每当饥饿难耐时，女人都会被妹妹怂恿去破庙与陌生男人进行交易。在交易完成后，男人竟还不愿意放其离去，女人在拼命挣扎中意外撞到旁边的柱子，吞死了过去。这死了，死的更带劲，老子还没玩过尸体呢。嘿嘿嘿，我先来。男人下流的话充斥着耳边，沈乔不悦地皱了皱眉。是谁在讲话？不要命了吗？赶钱到我家里来！此时，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一段奇奇怪怪的记忆。原身沈大妮今年22岁，与裴衍成亲7年，育有2个6岁的龙凤胎。如今大旱，颗粒无收，人人挖野菜啃树皮。原身竟然趁着裴衍进山寻找猎物之际，丧心病狂地将孩子卖给人贩子换银钱。天啊，我竟然穿越了，成了蛤蟆村3大毒瘤之一的恶妇。还没等他消化完这段记忆，就感觉有人在拉扯他的衣服，恶臭的嘴巴吐着污秽下流的语言。沈乔顿时警铃大作，毫不迟疑地睁开眼睛，一把擒住向他伸来的咸猪手。打我的手断了。另外2个男人正在解裤带，闻言立马看过去，只见地上血淋淋一片，一截小指落在地上。他竟然把老大的手指掰断了。沈乔猛地坐起来，眼神凌厉，完全不同之前的懦弱。娘的，竟然伤我兄弟，看老子怎么教训你！给我上，扒了他的衣服。沈乔也不跟他们废话，一个回魂踢猛地踹在麻子脸胸口，麻子脸后退几步，倒在另一位大汉身上。余下那人吓得连滚带爬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扎死了！有鬼啊！你别过来！话刚说完，裤子瞬间湿了，身上传来一股难闻的骚臭味。这就闹了，我才热了个身呢。沈乔缓缓靠近，男人惊恐地看着他，不停地后退。半晌后，惨叫声贯穿破庙。沈乔提着一个破旧的布袋走了出来，身后火势汹汹。这样的人渣比感染了病毒的丧尸还恶心，干脆一把火烧得干净。沈乔这才开始打量四周，入眼望去，满目枯黄，地皮干裂，寸草不生，干枯的树上绑着2个衣衫褴褛的孩子。这就是原身和裴衍生的龙凤胎，男孩叫裴炫，女孩叫裴珠。想到原身做的孽，沈乔连忙将孩子从大树上放了下来。我们不要你管。瘦弱男孩狠狠推了沈乔一把，下意识地将女孩护在身后。沈乔扯了扯嘴角，露出自以为温柔的笑问道：我是你们的娘吗？滚开，我们没你这么恶毒的娘。小女孩对沈乔有几分后怕，骂完便躲在小男孩背后。妹妹，我们回家。瘦弱男孩恶狠狠瞪了沈乔一眼，拉起瑟瑟发抖的女孩跑开了。沈乔一阵无语，也不怪俩孩子这么对他，原身带俩孩子非打即骂，若非原身的奶奶时不时护着，恐怕龙凤胎活不到现在。还好我穿来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那就代替原身好好的活着吧。循着原身的记忆，沈乔跟上了俩孩子的步伐，刚踏进院子，便被村长拦住了去路，指着沈乔就骂：沈大妮闪了天了，自己亲生的骨肉也敢卖。沈大妮这名字真是又土又敷衍。看着气急败坏的老头，沈乔忽然笑了：村长伯伯，你听谁说我要卖孩子了？王大福还未回答，身后传来一道矫揉造作的嗓音：姐姐，我见你带着俩孩子去了十里庙，那里都是人贩子，所以……说话的是沈大妮的继妹沈雪，今年18岁，是沈大高的第2任妻子所生。听到沈雪的话，沈乔蹙起了眉头。你说我要卖孩子，当时为什么不阻止？你是孩子的亲姨，为什么要等到晚上才喊来村长围住我？沈雪愣了一下，我阻止了的，可你不听，我没办法。是吗？沈乔黑眸冷冷地看着沈雪，沈大妮又不傻，就算卖孩子，能明目张胆地告诉沈雪。沈雪被看得有些毛骨悚然，凄凄哀哀地哭了起来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将你卖孩子的事说出去的。可是我不忍心姐姐误入歧途。小猪小薛那么乖巧懂事，要是裴大哥知道了，会打死姐姐的。沈乔连眼神都懒得给他，直接冲着王大福施了一礼。村长伯伯，我没有卖孩子，我是带孩子找吃食了，眼下绝不能承认卖孩子的事，否则刚穿来就得被打死。沈雪心里一怔，难不成沈大妮没卖孩子？不可能啊，我明明看到她将2个孩子骗到破庙处了。村长冷哼一声，对沈乔的话半信半疑，而沈雪不死心，她转身对旁边的俩孩子柔声道：别怕，告诉小姨，你娘带你们去哪里了？裴珠哇的大哭起来，抱着沈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小姨，我娘要把我和哥哥卖掉。沈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安慰似的拍了拍裴珠的后背。不怕了啊，小姨来了，谁也卖不了你们。裴珠的话顿时炸起轩然大波，王大福痛心疾首地捶了捶胸口。沈大妮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小猪都亲口承认了。沈乔冷眼扫了扫沈雪，我的2个孩子接在家中，
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卖孩子了？王大福一愣，眼神扫向孩子，又看了看沈乔。是啊，孩子在家里好好待着呢。沈雪将裴珠揽在怀里，低声道：“听说10里外的破庙是人贩子交一点。”王大福蹙了蹙眉，他记得沈大妮就是从那个方向回来的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身上的布袋哪里来的？该不会和人贩子谈好了价格，用一布袋东西换俩孩子吧？龙凤胎闻言，吓得缩在了沈雪怀里。王大福眯了眯眼，问沈乔：“你身上的布袋哪来的？”沈乔镇定自若，神情没有一丝慌乱。他朝着王大福礼貌笑了笑。村长伯包，我确实在10里庙见到了人贩子，那群人贩子太可恶，我不能让他们荼毒我的孩子，所以连人带庙被我烧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布袋是食物，我从破庙找来给孩子吃的。骗傻子呢？你还烧了人贩子，你咋不说你上天了呢？你看我信不信？我真的是为民除害，不信你可以派人去看看。只怕人贩子早已被烧成了焦炭，他们去了正好给他证明。沈雪勾了勾唇，来到沈乔旁边。姐姐自小身体就弱，被奶奶当眼珠子似的护着，连同水也提不动，一个肩不能提，手不能扛的人能火烧人贩子？听了沈雪的话，王大福恨铁不成钢的用拐杖将地戳了好几个洞。沈大妮，你是要气死我？如今吹牛竟然不打草稿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老说我吹牛，我也没办法，实在不行您老人家跑一趟，看看人贩子死没死。王大福被沈乔气得差点站不稳，狠狠掐住人中，才不至于倒地。这时裴炫开口了：“村长爷爷，破庙的人贩子被烧死了，我娘也没有卖我们。”说完，裴炫低下了头，他并不是要帮着这个坏女人。破庙被烧，人贩子的惨叫声，他听得是一清二楚。沈乔看着裴炫，心下一阵感动。原生这么恶毒，他竟然还想着他，为他说话。真不知道原生怎么对这么懂事的孩子下手的。沈雪不可置信地看着裴炫，又哄道：“乖炫儿，不要怕他，有村长爷爷为你做主，你如实说就行。”裴炫似乎不喜欢与沈雪接触，下意识地扯回自己的手。我说的是实话。沈乔故作伤心地看向沈雪：“妹妹，你就这么见不得姐姐好？我儿子都说了我没卖孩子，为何你死咬着不放？难道非要孩子没了娘你才开心？”姐姐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担心裴大哥知道了会生气，才多问了一句。姐姐，你千万不要怪我，以后我不问了就是。沈雪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心善，与沈大妮恶毒的形象呈鲜明对比，对待侄子侄女更是好的没话说。王大福回过神来，狠狠地瞪了沈乔一眼：“人家小雪那是关心孩子，哪像你？”沈乔无视村长的话，直接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担心我的丈夫会生气？莫非你对他有什么想法？”沈雪狠狠攥紧手心，指甲嵌住肉才忍住没有泄露自己的情绪。很快她稳住心神：“你对孩子非打击吗？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才会担心裴大哥一气之下休了你。”沈乔冷哼：“3天2头往我家里跑，说好听点是担心孩子，说难听点就是肖想姐夫。都18了还不嫁人，一天天的将姐夫挂在嘴边，咋地？你这么想当孩子的后娘？”沈雪到底是个姑娘家，气得涨红了脸。你胡说八道，有没有胡说？你心里清楚。眼看着姐妹俩吵起来，王大福不耐烦地打圆场。行了，小雪也是担心孩子。沈大妮，你少说2句。沈乔沉下脸来，事情真相大白，我没有卖孩子。村长伯包，您请回吧。王大福噎了噎，刚想反驳几句，最终化为叹息，背着手离开了。见沈雪仍待在原地，沈乔也语道：“你还不走？真打算住在姐夫家？”姐姐，你为何如此羞辱我？沈雪的泪说来就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受了多大委屈。知道我羞辱你了，还死皮赖脸待在我家不走，难不成真想当孩子的后娘？沈雪再也受不住，捂着脸跑开了，场面瞬间安静下来。女人吃完饭以后再睡觉就会肚子疼，只因她是个穿越者，就连家里的31厅也一同穿越了过来。在别人还在挖野菜啃树皮的时候，她只需要一个意念，就能在她的31厅里拿出各种食物，每次都吃到肚子撑。看着2个瘦弱的孩子，沈乔忍不住催动意念，来到了她200多平的31厅里，看着满满当当的物资，沈乔心中大喜。多亏了钱是在封城之前囤了这么多食材药类，这下就算穿到古代灾荒年也不用愁了。沈乔打开冰箱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小块瘦肉、葱姜，又拿了点盐和大米，最后提了一大桶矿泉水。他准备做一顿瘦肉粥，粥类软绵好消化，最适合饿了很久的身体。将瘦肉切成碎末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大米淘净后，兑水放入锅中，再放入肉末、葱姜盐，文火开熬。不一会儿，一股馋人的香味传来。屋内，裴珠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好香啊！
我从来没有闻过这么残忍的香味。娘做什么好吃的？什么娘？那么恶毒的女人才不配做我们的娘。裴炫一脸谨慎，虽然香味直窜鼻息，但他仍然倔强的提醒，小心他在饭里下药，再把我们卖给人贩子。听到人贩子3个字时，裴珠咽口水的动作顿住，忍不住缩了缩脖子。哥，我好害怕，万一娘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不怕，哥哥保护你，不会让那个坏女人有机可乘。我想爹爹了，爹爹很快就回来了，别急哈。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沈乔端着碗走了进来。肉粥做好了，快来吃吧。裴炫和裴珠立马缩在一块，警惕地看着他。我们不吃，谁知道你在粥里放了什么？粥里放了肉啊！沈乔狠狠地吸了口香气，不停地引诱着两小只。沈乔的话不仅没有馋到他们，反而让裴炫更加警惕。这时节连树皮都啃不上，他哪里来的肉粥？裴珠吸了吸鼻子，可是真的好香啊！但想到哥哥的话，他跟着硬气道：“我们才不吃，打死也不吃。”好吧。沈乔无所谓的点了点头，端起碗吸溜吸溜将一碗粥喝完了。沈乔扬了扬手中的空碗，锅里还有，我再去剩一碗。裴珠露出一个小脑袋，看沈乔蹲在锅灶旁喝得喷香，肚子里的馋虫仿佛要跳出来。哥，好像没毒哎，你看他都喝了。这时沈乔一边品尝一边享受的眯着眼道：“这是谁家的肉粥啊？怎么这么香？可惜呀，就我一个人吃，我也吃不完呀。算了算了，剩下的喂猪好了，不然要浪费了。”他一定是故意的。裴炫一把将裴珠拉进屋里，关上了门。哥哥，我好饿呀！妹妹，咱们不吃，谁知道他打的什么坏主意？可是这时沈乔喊了一声：“小猪猪，快过来吃饭了！”裴珠眼睛一亮，不顾裴炫的反对，一把推开了门。我来啦！说好的补剂呢？不行，不能让妹妹被这个坏女人忽悠了。裴炫推开门也冲了过去。快喝吧。沈乔温柔地看了看裴珠，小姑娘长得真好看，是个美人胚子，可惜太瘦了，以后多做点好吃的补补，珠圆玉润的更招人喜爱。裴珠再也禁不住诱惑，将碗放到嘴边，不许喝。裴珠见状，马上仰头将粥喝得一滴不剩。她宁愿被毒死，也不要做饿死鬼。毒妇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做了粥给你们喝啊。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？你想再次把我们卖掉，好跟姓宋的私奔？沈乔扯了扯嘴角，笑道：“儿子，娘决定痛改前非，好好对待你俩，以后莫要将私奔俩字挂在嘴边，人家会笑话的。来，喝碗肉粥吧，没毒的。”裴炫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唱起了空城曲，他脸色讪讪，气鼓鼓地拉过裴珠的手就走。才6岁就这么傲娇，也不知性子随了谁。哥，我没吃饱。裴炫打开干粮袋，递给裴珠一张干巴巴的饼子，吃吧，不过要少吃点。这是裴衍临走之前给他的，特意叮嘱他藏好，别让他娘抢了去。我想喝瘦肉粥，他没下毒，那也不能喝，谁知道他打的什么坏主意？可是我吃干粮吧。另一边，沈乔收拾好后，只觉得筋疲力尽，回屋后倒头就睡。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肚子疼，如同刀绞。原身这副身体太久没吃顿饱饭了，一不小心吃撑了。沈乔立马起身往茅房里钻，刚走出房门，发现隔壁油灯亮着。沈乔说了句：“锅里温着粥呢，你俩多少吃点。”裴珠刚想开口，却被裴炫拦住：“我们不会吃的，你就别打坏主意了。”沈乔噎了噎，这小崽子戒备心这么重，不吃算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色大亮，沈乔早早起床，准备给两孩子做早餐吃。环顾四周，家徒四壁，连个像样的碗筷都没有。沈乔不明白家如何能穷成这样，莫非裴衍是个懒汉，找一点吃一点？那他和原生还真是半斤八两。沈乔从空间掏出4个鸡蛋，4块红薯煮熟，盖上锅盖，冲着紧闭的房门喊了一声：“儿子，闺女，吃早饭了。”良久，无人应答。难不成跑出去了？他眯着一只眼，透过门缝望去，龙凤胎果然不在屋里。这灾荒年的，万一俩孩子走丢了，他要吃不了，兜着走。沈乔围着村子转了一圈，也没见到俩孩子的影子。刚走到一处矮墙处，便听到一阵哭喊声：“陈二狗，你放开我哥！敢偷爷爷的饼子，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杂碎玩意儿，胆子肥了！”院内，陈二狗身高马大，正骑在裴炫身上打，旁边3、4个孩子按住他的四肢，让他动弹不得。那是我爹留给我们的干粮，我们没有偷你的饼子。陈二狗飞起一脚，将裴珠踹走。看着裴珠被踹，裴炫目眦欲裂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不许打我妹妹，否则跟你拼命！”陈二狗连同几个孩子哈哈大笑：“你学狗叫，爷爷就不打他，来给爷爷叫一声。”沈乔听到这，顿时气血上涌，箭步上前，薅住陈二狗的脖子，一把将他从裴炫的身上拽了下来。翻了天了！
敢欺负我儿子，你也来学个狗叫试试。陈二狗揉了揉被薅疼的脖子，看到来人是沈乔，一点都不怕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剑总的娘，贱货来了！爷爷让你们学狗叫，都是玷污了狗。几个孩子被陈二狗的话逗得哈哈大笑。你再说一遍。剑总的娘，贱货！就在此时，啪的一声，沈乔一巴掌抡圆了过去。还说不说？陈二狗被打懵了，反应过来后简直怒不可遏，张牙舞爪朝着沈乔扑去。敢打爷爷我，贱货！我跟你拼了！陈二狗虽然是孩子，但长得人高马大，身高可以和沈乔相媲美，他一点都不怕他。沈乔又是一巴掌拍了过去，陈二狗摔了个狗吃屎。给我儿子道歉！沈乔死死盯着陈二狗，那凌厉的眼神仿佛要把他嘎了一样。另外几个孩子想帮忙，都被沈乔狠厉的眼神吓住，围在一起不敢上前。肥头大耳的妇女有多可怕？就连身强体壮的少年，在他面前都只有挨打的份。沈大妮，你快放了我，否则我娘饶不了你。废话真多，道不道歉？让爷爷道歉，不可能。你嘴还挺硬啊，看了教训的还不够。沈乔朝裴炫努了努嘴，放低了声音：乖儿子，你过来。裴炫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，这个女人竟然为我出头，而且还温柔的叫我乖儿子，她还是沈大妮吗？这小子莫不是被打傻了？怎么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？裴炫，你过来，他怎么打的你？你给我还回来！裴炫回过神来，冷冷地看向沈乔，他从前从来不会帮他的，就算他被欺负了，他比别人骂得更狠。快点给我打！怎么磨磨唧唧的？也不知这性子随了谁。沈乔这句话仿佛给了裴炫底气，小裴炫抡圆了胳膊，朝着陈二狗扇去，狠劲十足。然而裴炫又瘦又小，一巴掌打在陈二狗身上，仿佛给他挠痒痒，脸都没偏一下。你没吃饭吗？使劲打！沈乔扯了扯嘴角，他朝着裴珠喊道：你过来，帮你哥哥一起打。裴珠很快反应过来，从地上找来一根棍子，气势汹汹地朝着陈二狗走来。好样的，比他哥上道。看着裴珠手持棍子，陈二狗有些慌了。你这毒妇竟然教小孩子打人！沈乔冷笑：你也知道打人不对呀，我看你打得那么凶，我还以为你娘也是这么教你的呢。陈二狗憋得脸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裴珠扬起手中的棍子，将陈二狗一顿胖揍。裴炫也握紧拳头，狠狠地朝着陈二狗肚子上砸去。陈二狗被打得哇哇乱叫，他的小帮手吓得脸色发白，有的趁乱逃走去通风报信。沈乔见打得差不多了，临走之前恶狠狠地警告一通：我告诉你们，我家裴炫裴珠有人生有人养，再让我听到你们满嘴乱吠，我撕烂你们的嘴，打断你们的腿。警告完毕，拉着呆愣愣的裴炫裴珠就要走，谁知陈二狗突然搬起一块石头朝裴炫狠狠砸去。我砸死你！沈乔来不及回头，一把推开裴珠，躬身挡在裴炫身后，双臂护住他的头顶。好像娘头上流血了，他竟然将我护在身后，用身体保护我。陈二狗得意极了，让你们打小爷，砸不死你！沈乔捂着头，冷冷地看向陈二狗。陈二狗被他看得毛骨悚然，仍然嘴硬道：这就是打小爷的下场。去你娘的，小爷！沈乔飞起一脚踹了过去，他这一脚踹得不轻，陈二狗觉得肋骨都要断了。看着朝他走来的沈乔，陈二狗顾不得疼痛，咕噜爬起来，溜得飞快。沈乔吸了口凉气，催促着俩孩子回家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是女儿贴心些，这么快就知道心疼娘了。裴炫愣在原地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。今日不仅帮他出气，还将他护在怀里。裴炫紧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沈乔忽然捂住后脑勺，痛苦地喊了声：哎呦，好痛！紧接着往地上倒去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地上，沈乔内心勾起一抹笑。这孩子自打见了我，还从未叫过他一声娘呢。看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这顿打挨得值。约摸着过了会，沈乔睁开眼，温声道：乖儿子，我没事，让你担心了。裴炫小脸一红，干巴巴解释道：谁担心你了？天，我竟然担心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还叫她娘。裴炫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，一溜烟跑回了屋内。沈乔从空间找来纱布碘伏，简单包扎了下伤口，便拿着药来到裴衍的房间。他敲了敲门，不等回应，便踏了进去，小心翼翼地来到他们跟前，柔声道：让娘给你们擦药好不好？裴珠一愣，裴炫想也不想直接拒绝，嗓音又回到以前的清冷：不用，我们自己擦。这又回到之前那副冷冰冰的模样了，还以为经此一遭，俩孩子对我的态度会有所改观呢。沈乔又将眼神转向裴珠：乖女儿，让娘帮你擦药好不好？
裴珠犹豫地看了裴炫一眼，见他没有反应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见裴珠同意，他从袖子里掏出棉球，沾了点符，涂抹在他的手心上。刚涂上有些疼，裴珠嘶了一声，立马引起裴炫的注意。他一把擒住沈乔的手，冷声道：“你给他涂的什么？消炎杀菌的药啊。”裴珠扬了扬手，笑道：“哥哥，不疼了，现在还蛮清凉的，不信让娘给你涂点试试。”我才不要。沈乔有些无奈，他扬了扬手中的碘符：“我放在桌上了，我这个药效果比较好。珠珠，你记得多擦点啊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”沈乔走后，裴珠举了举手，凑近裴炫说：“哥，你看手上的血不流了，伤口也不疼了。”裴炫端起桌上的碘符嗅了嗅，眼神变得有些复杂。“哥，没毒吧？”“无毒，我就说嘛，她是我们的娘，怎么会下毒害我们？你和爹爹总是杞人忧天，疑神疑鬼。”裴炫垂下眸子，眼神意味不明。沈乔头痛的厉害，不想动手做饭，直接从空间拿了速冻小馄饨下着吃。不一会儿，雾气氤氲，沸水翻滚，诱人的香味四处飘散。沈乔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篱笆院外有几个妇人探头探脑，嘀嘀咕咕。黑脸妇人用胳膊肘拐了拐旁边的妇人，咽了咽口水道：“你闻到香了没？”“闻到了，也不知道沈大妮做了什么，怎么那么香？8成是肉。呵，这年头树皮都啃不上，他哪来的肉？”黑脸妇人捂着嘴惊恐道：“听说人肉最香，莫非沈大妮将孩子煮吃了？”“哎呦，还真有可能，快去告诉村长。”门外的妇人一哄而散。沈乔听到动静，隔着篱笆望去，不好，忘记这是灾荒年了，馄饨的香味飘了出去，遭人眼红了，赶快吃进肚子才是要紧事。沈乔麻利的将馄饨盛出来，端给裴炫、裴珠。裴珠瞬间被香味吸引，直勾勾盯着碗问：“奶，这是什么？”“这是馄饨，你们快点吃。”“好耶！”裴珠欢快地接过碗筷，刚要吃，却被裴炫拦了下来。裴炫掏出一根银针，在馄饨里探了探，银针没有发黑，没毒，吃吧。小崽子戒备心这么重。沈乔有点心塞，轻吐了口气：“算了算了，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，你俩快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不然陈二狗来了，我们只有被打的份。”沈乔知道他和沈大妮天壤之别的性子会让孩子不适应，也正常。只是6岁的小崽子就知道银针探毒，不用想就知道是裴眼教的。哎，防我跟防贼似的，我都想跑了。就在此时，大力的拍门声打断了沈乔的思绪，粗糙不堪的大嗓门夹杂着怒骂声传来：“沈大妮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小娘养的，翻天了敢打我儿子！”张寡妇气势汹汹地来找沈乔，先前去村长家报信的妇人尾随而来：“沈大妮，你个丧心病狂的毒瘤，不仅打我儿子，还吃自己的孩子，畜生不如！”此人张寡妇和沈大妮以及沈大妮的奶奶王氏，号称葛妈村3大细绝。奈何王氏年纪大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。沈大妮，你个小娘养的贱货，何宋秀才勾搭不成，把气撒在我儿子身上，如今更是恶毒，把自己的孩子煮吃了。乡亲们呐，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恶毒的妇人！众人一听，纷纷严肃起来。沈大妮有卖孩子的嫌疑，心肠歹毒，这种事说不定做得出来。听着不堪入耳的怒骂声，沈乔推门迎了上去。看到沈乔，张寡妇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好你个沈大妮，有本事当一辈子缩头乌龟，打了人躲起来。你和裴眼那个绿王八一样，就喜欢缩在龟壳里。我还没找你呢，你倒先找上门来了。”沈乔眸子射出寒光，看得张寡妇一愣。村里妇人吵架都是比谁的嗓门大，还没有人用如此恐怖的语气说话。不过她张寡妇可不是吓大的，她名震葛妈村，靠的就是能打能骂。张寡妇撸起袖子，先蹦个3尺高，卯足了气势向沈乔冲去。“狗娘养的恶妇，让你打我儿子，老娘给你拼了！”沈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看热闹的村民不由得倒抽冷气。这沈大妮脑子坏掉了！张寡妇冲过去，他竟然站着让他打。沈乔当然不会站着让他打，在张寡妇距离他只有1厘米的时候，沈乔身形快如闪电，侧身躲过。张寡妇惯例冲击刹不住脚步，一头撞在墙壁上。沈乔睨了张寡妇一眼，对看热闹的村民无辜道：“你们都看见了，我可没碰他一手指头。”张寡妇摸了摸额头上的大包，疼得她冷汗直冒。她双目猩红，恶狠狠瞪着沈乔：“沈大妮，我撕了你！”吃瓜群众嘶了一声，心中暗爽。平日里张寡妇嚣张跋扈，看到她吃瘪甭提多开心了。只听啊的一声，张寡妇再次冲来，沈乔飞起一脚向她的脸扫去，扑通一声，张寡妇倒在地上，捂着脸嗷嗷叫：“拼了拼了，老娘跟你拼了！”张寡妇越站越远，沈乔毫不相让。就在这时，不知谁喊了一句：“村长来了！”沈乔一脚将张寡妇踹翻在地，朝着人多的地方倒去，瞬间昏迷。女人看到村长
上，只因他在和另一位女子互殴，为了让村长看到他是受害的一方，而不得不倒在地上装洗。看到躺在地上的沈乔，龙凤胎待不住了，哭着从屋里冲了出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千万别嘎！裴炫死死盯着张寡妇，语气发狠：你打嘎了我娘！谁打嘎你娘了？小屁崽子少冤枉我！白影，这个沈大妮实在奸诈，大家专门往我的软肉夹，疼死老娘了。这时候，村长王大福拄着拐杖走了进来。村长爷爷，陈二狗用石头把我娘的头砸破，他娘还找上门将我娘打死了。我没娘了。王大福看着眼前的场景，一阵无语。他听说沈大妮吃孩子的消息，就马不停蹄赶来。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干什么干什么？一天天闲着没事干嘛？你们是吃饱了还是喝足了，就不能省着点力气去附近找找水源？张寡妇高声喊道：村长，这可不是我们闹，这个沈大妮指使他儿子闺女将我家二狗打得鼻青脸肿，肋骨都断了一根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！众人一看，唏嘘不已。打得好，陈二狗这个小杂碎早就该收拾了。平日里仗着张寡妇不好惹，偷鸡摸狗，欺负弱小。不是这样的，村长爷爷，我爹进山之前给我留了饼子，陈二狗非说是我偷了他的。王大福听完一阵心疼，虽说沈大妮恶名在外，死不足惜，可要是打了两个孩子，彻底没了娘了。陈二狗一听不干了，明明是他打的我肋骨都断了。张寡妇也不干了，扯着嗓子大叫：村长，你看看我的头，我的脸，都是沈大妮打的。一听说你来了，就倒在地上装血。王大福朝地上看了一眼，沈大妮脸色发白，连眼睫毛都不颤一下，看样子不像是装的。他指了指看热闹的几个人：你还有你说怎么回事？被点名的村民躲躲闪闪。我们没看到，啥也没看到，一个泼妇，一个毒妇，得罪哪一个都不行啊！被问话的村民们生怕殃及池鱼，热闹也不看了，纷纷逃散。哎，你们回来！张寡妇在后面喊，奈何他们跑得更快了。行了，人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想赔他医药费？张寡妇嘴一撇：村长，你这是向着他，我儿子被打断了肋骨，应该他向我们赔医药费。王大福斜睨了张寡妇一眼：那你想怎样？你儿子打破了他的头，他打断了你儿子的肋骨，扯平了。杀！张寡妇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，也不哭了。村长，你这心都偏到嘎吱窝了，看看我这头，这么大一个包，竟然说扯平了。王大福没有搭理他，睨了眼地上的沈乔，难道是真装死？又看了眼叽叽喳喳的张寡妇，叹了一声，转身就要走。赌一路子货色，等沈大妮醒了，你俩一起去山上找水源，一天天吃饱了没事干，找不到不许回来。张寡妇一把扯住王大福的裤脚：村长，你心也太黑了吧！我一个妇到人家去找水源，山上不是狼就是熊，我要是嘎了，我家二狗怎么办？王大福不理会张寡妇，随手指了指看热闹的几个男人：你还有你两个死陈后，要是沈大妮醒了，压着他俩进山。说完，他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了，边走边嘀咕：一天没喝水了，嗓子要冒烟，还要处理你俩的破事。村长走了以后，其他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散去。沈乔本想装晕考验下两个孩子，没想到倒地后真晕了，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醒来。奶，你没事吧？娘没事，还是女儿贴心，不像裴炫那个小崽子。裴炫直勾勾地盯着沈乔，直接问道：你是真晕还是假晕？真晕又如何？假晕又如何？我在你心里是个十足的恶人，解释再多也没用。沈乔不冷不热的一句话，让裴炫浑身不自在。想到村长的惩罚，2个时辰后让他和张寡妇进山，他不禁有些担心。沈乔站起身来，叮嘱道：等我进山后，你们2个将门反锁，无论是谁都不要给他开门，知道吗？裴炫紧紧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，但眼神中的不安却透露出了他内心的想法。沈乔挑了挑眉：小崽子是在担心我吗？临走之前，沈乔偷偷从空间拿出来一些红薯土豆、鸡蛋、馒头和水，放在竹篓里后，悄悄喊来裴珠。这些东西是娘从人贩子手里抢来的，后来悄悄藏了起来，现在娘拿出来给你们吃，千万不要省。交代完毕，沈乔头也不转便离开。沈乔来到村口，就看到村长以及村里的几个人已经在这里等着了。张寡妇看到沈乔，张口就骂：沈大妮，你个小娘养的泼皮贱妇，凭什么你打了我儿子，打了我，老娘还要跟你一起上山？吵什么？吵什么？王大福被张寡妇吵得脑仁疼，咬牙切齿的将手中拐棍往地上戳了几个洞。你们2个有这些精力，不如随汉子们上山，有力出力，省得一天到晚带坏蛤蟆村的风气。村长，临走之时，沈乔喊住王大福，笑道：村长薄包，
2个孩子在家我不放心，麻烦村长伯包多去看看。王大福眯了眯眼，这沈大你真专心了，竟会关心孩子了。王大福清了清嗓子，没好气道：用得着你交代，我自然会派人照看孩子。随着太阳升高，山里逐渐暖和起来。这次寻找水源的小分队一共8人，其中有2个是女人，那就是沈乔和张寡妇。一路上，张寡妇不甘地骂着，男人们从刚开始的看热闹，逐渐变得不耐烦，纷纷用手堵住耳朵。再骂将你的嘴堵上！沈乔本不想搭理他，奈何他太能巴巴了。堵上，你堵一个试试看。不提这句话还好，提起这茬，张寡妇气愤难耐，立刻板起脸，阴沉沉地骂起来：你个天杀的老壁灯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不知廉只跟一堆男人上山，你倒开心自在，也不知裴衍那个绿王八怎么受得了你。张寡妇越骂越偏，堵住耳朵的男人们纷纷放下手，竖起耳朵听，看着6个大老爷们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，张寡妇心中暗爽，提高嗓门：也不知你是从哪个小巷子学的，把裴衍伺候的欲仙欲邪，任你打骂也不愿休了你。沈乔被他吵得心烦，睨了张寡妇一眼，揶揄道：哟，你羡慕我有男人呀？你要是想伺候，村子里男人多的是，要不你选一个，我教你2招。听到沈乔这么说，男人们哄堂大笑。有一个叫王赖子的光棍摸了摸脑袋，笑得贼猥琐。嘿嘿，张寡妇，你没男人，我没女人，咱俩天作之合，要不你选我。张寡妇双手叉腰，狠狠啐了王赖子一口。嘿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。老娘就是在找，也不嫌你这个德行的癞蛤蟆。她是一个寡妇，却每天晚上都有男人的声音从她的屋里传出。原来是村里的老光棍每晚都来钻她的被窝，奈何寡妇太彪悍，誓死要为丈夫守节，每次都将老光棍打得哇哇大叫。有人打趣王赖子：就你那样的，还想肖想张寡妇？王赖子挠了挠锃亮的脑袋瓜子，脖子一梗：咋地？都说寡妇最怕深长夜，光棍最怕睡凉床。他没男人，我没女人，全村子还能找到比我俩更相配的吗？哈哈哈，也是，寡妇配光棍，两全其美。我说张寡妇，不如你和赖子兄弟凑合过日子得了。张寡妇怒火中烧，拍着手跳起来骂：一个个给断了嘴的茶壶盖似的，没个把门，再污蔑老娘，就打断你们的第3条腿。几个男人与张寡妇争论不休，顿时场面乱成一团。而沈乔早就找了块空地坐了下来。这张寡妇太能巴巴了，大嗓门刺得我耳朵疼，一大早巴巴到现在，嘴巴不干，舌头不燥嘛。反正他渴得受不了，索性进了空间，咕嘟咕嘟猛灌了250毫升的矿泉水，又吃了3片老面包，吃饱喝足才出来。等巡水小分队找到沈乔时，他正靠在树旁睡大觉。见状，其余的几人也四仰八叉躺在地上，把寻找水源的事情都抛在脑后了。沈乔叹了口气，高声道：七来啦，七来啦，赶快找水源了。张寡妇睨了沈乔一眼，懒得搭理他。切，他以为他是谁，还指使我们，救不起来能咋地？无人搭理沈乔，尴尬了几秒钟后，沈乔自顾自地寻找，放眼望去，枯黄一片，干裂的地缝能塞下整个手掌。这种地方会有水源才怪。夜色渐深，沈乔从空间拿出打火机，又找了堆干柴点着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了狼嚎，直接将地上四仰八叉的7人惊醒。王赖子第一个爬起来，惊恐地看向四周。什么东西在叫？好像是狼。狼！哎呀，我爹亲娘来！村长这个黑心秃噜皮是要害死俺呢！张寡妇急得直跳脚，张嘴发现嗓子没那么疼了，又开始扯着嗓子开骂：沈大妮，都怪你这个小娘养的，贱妇泼皮！老娘做鬼也不会放了你！沈乔抬了抬眼皮，盯着张寡妇道：一天到晚少逼逼，否则抓了你喂狼。还有，再让我听到你说小娘养的几个字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张寡妇猛地一跳，刚要大骂沈乔一顿，这时狼嚎由远而近，张寡妇吓得噤了声，她3下5除2爬上了最近的大树。沈乔惊呆了，这膀阔腰圆的张寡妇竟还有这身手！王赖子和6个大汉吓得围着大树团团转，王赖子更是死皮赖脸的祈求张寡妇：好姐姐，你拉我一把呗，我保证以后每天钻你家被窝。呸！说错了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钻你的小院。张寡妇被王赖子恶心的咬牙切齿：去你丫的！少污蔑我名声！这一行人全是村里游手好闲之辈，面对由远而近的狼群，纷纷慌了神。啊，好多狼，好多狼！我们今晚要挂在这了！完了！在夜色中的狼群，绿油油眼眸让大家不寒而栗。沈乔慢慢冷静下来，从空间里掏出了6根电棍，打开开关分发下去，一人1根棍子，记得不要触碰顶部。等狼扑来时，将棍子打向他。
领头的恶狼张开血盆大口朝他们扑了过来，沈乔率先冲了上去，一脚扑在头狼身上，拿起电棍噼里啪啦拔了上去，头狼嗷呜一声倒地抽搐。王赖子等人见状有样学样，拿起手中的电棍朝着扑来的狼群打了上去。很快，在电棒的加持下，几头狼被沈乔一行人团灭了。张寡妇看向沈乔，眼神中多了一丝不可置信。这丫的疯了吗？竟徒手战狼群！未免引人怀疑，沈乔快速收走了几人的电棍，他抹了把脸上的血迹，清清嗓子解释：今日运气好，这些狼恶抽了，一棍子下去跟失心疯似的，乱抽搐。来，咱们赶快回村吧，有狼肉吃了，还找啥水源？一听说回村子，王赖子等人瞬间来了精神，腿也不颤了。大妮，你真厉害，杀狼的手法是你家裴眼教的吧？是啊，有个会打猎的相公还真不一样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沈乔笑笑不回答，算是默认。张寡妇撇了撇嘴，蹲在大树上开始逼逼赖赖。他都说了是运气好，恶狼得了失心疯还被他一刀毙命，还夸他厉害呢，我看是床上功夫厉害吧。沈乔睨了张寡妇一眼，一天到晚将床上功夫挂在嘴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寂寞空虚，想让男人半夜钻你被窝呢。你满嘴喷粪！张寡妇脸色发青，一股无名烈火直窜心头，气得她脑壳疼。你少污蔑我名声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沈乔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朝几个男人勾了勾手。你们几个将狼带下山，就说是咱们合力打死的。几人这才想起来地上的狼，不再理会张寡妇，一人扛起一只就走。嘿嘿，水源没找到，却猎到几只狼，村长知道了，指不定咋夸我。沈乔却对狼肉无感。回到村子后，他没空去村长家凑热闹，直接回了篱笆小院。屋内，裴珠将馒头和鸡蛋拿了出来，递向裴炫：“这是娘给的，她说是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，让我俩不必省，使劲吃。”看着裴珠手里的馒头和鸡蛋，裴炫的思绪有些飘远。这时，外头的门被人拍响，裴珠吓得一激灵：“小猪小炫，来开门啊！我是小姨。”门外传来沈雪的声音：“是小姨呀！”裴珠立马放松了警惕，笑着跑过去要开门，却被裴炫一把拉住。他说过，无论是谁敲门都不要开。裴珠一把甩开裴炫：“可是小姨不是外人，她比娘待我们还要好。”说完，不顾裴炫紧皱的眉头，去开了门。沈雪一进门就将裴珠揽在怀里：“可怜的孩子，饿坏了吧？小姨给你们带了吃的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2个窝窝头，分别递给裴炫和裴珠。裴珠犹豫了下，没有接，而是看向桌上的馒头和鸡蛋。小姨，娘给我们留了吃的。顺着裴珠的目光，沈雪竟然看到了白晃晃的大馒头和鸡蛋。这是想收买人心吗？这可不行！我努力了这么久，让2个小崽子厌恶沈大妮至极，可不能让他搞破坏。沈雪蹲下身来，平视着裴珠说话：“小猪，难道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打你的？”裴珠摇了摇头：“我没忘，可是现在娘变好了。”沈雪脸上闪过笑意：“你忘了，他卖你们之前也是好吃好喝的待你们，你们放松警惕后，连哄带骗把你们带到破庙卖掉。”裴炫猛地抬头：“是了，那个女人将我们卖掉的时候，也是这般好吃好喝哄着。”沈雪叹了口气：“可怜你们2个，摊上这样一个拎不清的娘，真是命苦啊！可惜小姨终究是小姨，没办法管你们太多。”否则会被人说闲话。要是我成了什么？沈雪没再说下去了，一脸无奈地看着兄妹2人，起身走到桌前，拿起桌上的馒头和鸡蛋就往门外扔。他留给你们的食物也敢吃，万一下了药怎么办？裴珠大叫：“小姨，食物没毒的。”裴炫皱了皱眉，很是反感沈雪的行为。亏他以为这个小姨很好，现在看来，爹说的话是对的。他爹说，离你们小姨远点。全村的人都在村口的老井前排队领水，排了一上午的队，分到的水却只有1小碗，而他却带着2个娃在家里烧水洗澡，丝毫不担心缺水的问题，只因他是一个穿越者，就连家里的31厅也一同穿越了过来。想要多少水，只需要在他200多平的31厅里打开水龙头就行。这天夜里，沈雪趁沈乔不在家，竟偷偷来到他家里，当着2个娃的面说他坏话：“小炫、小猪，你俩也老大不小了，爹爹不在家，更应该懂得保护自己，有些东西不能乱吃，知道吗？”沈雪苦口婆心的劝，话里话外都在贬低沈乔。这个沈大妮最近也不知抽了什么风，说话条理清晰，连张寡妇都栽到他的手里，又对2个小崽子呵护备至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这时门口响起了脚步声，3人齐刷刷望去。这么晚了，谁会过来？难不成是裴眼？沈雪暗搓搓的想着，不由自主的将头发拢在耳后，露出一抹自以为撩人的笑。沈乔从暗影中走来，被沈雪搔首弄姿的模样辣得眼睛疼。别人都是绿的，你为啥那么花？
啥？沈雪懵了，很快反应过来，惊叫一声：“沈大妮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他不是去山上找水源了吗？怎么就回来了呢？难不成他逃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回来就回来，关你什么事？还有你搔首弄姿的是在等谁？”沈雪脸色一阵青白，我不放心2个孩子，过来看看不行吗？沈乔直接无视他，抬眸望向2个孩子，娘回来了，想不想我？裴珠目光躲闪，没有答话。裴炫紧紧抿着嘴唇，眼神眨也不眨地打量着沈乔。他好狼狈，怎么看着像受伤了？沈乔拍了拍2个小家伙的肩膀，掐着嗓子：“哎呀，我的2个小宝贝，担心我了，不想让外人打扰娘休息。”裴炫不好意思地垂下眼角：“外人？谁是外人？”沈雪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很快她回过神来，问裴珠：“小姨怎么算是外人呢？”“哪，小姨不是外人，她今晚还送来了窝窝头。”“哎呀，瞧我这脑袋，都忘记你是她亲小姨了，你自然不是外人。你不会怪我说话没个把门吧？”这沈大妮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刚才我和孩子的谈话被她听到了？沈雪讪笑道：“不会，我怎么会怪姐姐呢？姐姐不是和小分队上山寻水源了吗？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就沈大妮这好吃懒做的性子，指不定害怕上山，偷偷逃了出来了。看我怎么告诉村长。”上山猎到了好东西，自然就回来了。沈雪不屑地撇了撇嘴，这沈大妮8成在撒谎。由于急着向村长告状，沈雪没多停留，便回去了。沈雪走后，沈乔活动了筋骨，有些疲惫，回了屋子，四仰八叉往床上一躺，不知不知睡着了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了叩门声，传来裴珠脆生生的嗓音：“奶，我可以跟你睡吗？”沈乔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听到裴珠的呼喊声，撑着眼皮去开门。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，果不其然，只是做了炖吃的，小棉袄就沾上我了。看来这个女儿不仅贴心，还是个爱吃的小馋猫。沈乔眯着眼睛对裴珠笑笑：“来吧，乖女儿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沈乔左手右手各挎一个破木桶，拔腿往外冲。裴炫皱眉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“宝贝儿子，你和妹妹好好在家待着，娘去领水。”村中唯一的仅3天冒一次水，整个格麻村的村民天不亮就排队等着。沈乔到的时候，队伍已经排起了长龙。负责分水的是村长的儿子王小福，每个人只能分1碗水。这要等到啥时候？排到了还只能得1碗水。算了，不排了。沈乔索性跑到家门口的柴火垛旁边，闪身进了空间后，提起水桶，打开水龙头，象征性的装满2桶水后，将木桶拿出来。他又偷偷的绕到篱笆小院。小猪、小炫，来帮忙了！听到喊声，裴珠一溜烟冲过来，而裴炫深沉的跟在身后。奶，怎么那么多水？沈乔撒谎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村里的枯井忽然冒水了，好多人排队领水呢。你娘我拿的容器多，水装的自然多。裴珠眼睛亮亮的看着桶里的水，他恨不得扎进去喝一口。看着清澈明朗的水，裴炫眸光闪了闪。你把桶和盆腾给我，我再去领点水。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裴炫想总归多领点水存着准没错。沈乔愣了愣，乖儿子，村长的儿子就给这些水，多了不给。对了，乖儿子，你会生火吗？帮娘烧火，娘烧水给你俩洗洗。沈乔从原身的嫁妆箱子里拿出篦子，给裴珠刮虱子。看到刮下来的虱子，沈乔头皮一阵发麻，感觉浑身都痒。裴炫坐在灶旁边，不停地朝着锅底添柴，看着不远处一大一小的身影。裴炫淡淡的笑了，觉察到视线。沈乔转头望去，恰巧与裴炫对视。乖儿子，水开了吗？裴炫看了眼锅盖，没有冒白烟。没有开。小炫，你过来，娘看看你头上有没有虱子。小猪，你去看着点火。水开了叫我。裴珠屁颠屁颠的跑过去，裴炫像个木头桩子似的杵在原地，怯怯地说：“我不刮，我头上没虱子。”乖儿子，娘看看，要是没有就不给你刮。我不去。沈乔一把将他拉过来，往凳子上一按。裴炫挣扎着想起来，给我坐好。裴炫乖乖坐了下来，僵着身子，任由沈乔扒拉他的头发。果然，裴炫的头上也有虱子，一个个肥大灵活，在发丝里来回穿梭。你也有虱子？裴珠只和我睡了1晚，就带到了虱子，兄妹俩睡一块，头上都有。那么裴眼会不会也有？想到这里，沈乔打了个寒战。裴炫僵了僵，没再动了，任由沈乔用篦子刮虱子。这就是娘亲的温柔吗？水烧开后，沈乔将家中的土陶缸挪了过来。裴炫愣愣地看着，忍不住开口问：“你弄缸干什么？”“给你俩洗个澡。”“洗澡？”裴炫愣住了，很快反应过来：“我们洗个头就行了，洗澡太浪费水了。”“不行，必须得洗。等你爹回来了，他也得洗。”
裴珠倒没有那么多的顾虑，听说要洗澡，欢快的像个小鸭子，恨不得扑腾在水缸里。帮裴珠洗好后，沈乔将洗澡水倒出来，看着乌漆麻黑的水，裴炫拉紧了衣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自己洗。洗完澡后，看着粉雕玉琢的两小只，沈乔忍不住感叹：龙凤胎长得真好看，不得不说这原生和裴衍的基因是真好，这么好的基因，多生几个完全就是造福社会。这个女人穷得连1粒米都买不起，却顿顿都能吃到肉。只见她悄咪咪地来到一个篱笆院内，端起桌上的一盘肉就往外走。这天，村长的儿子王小福扛着一条狼腿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沈乔家，将狼腿往他手里一扔。真没想到你们几个进山竟然能遇到狼，还打嘎了5、6只。面对王小福的揶揄，沈乔嘻嘻哈哈道：我们是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还是村长人好，让小福哥给我们送条狼腿来，谢谢小福哥。想到沈大妮的恶行，王小福摆出和他爹一样不耐烦的神色。行了行了，少恭维我，我那是给你送的吗？是我爹看不得2个孩子受苦，告诉你啊，你不许胡乱打这条狼腿的主意，看2个孩子瘦成什么样了，今晚炖了给孩子好好补一补。小福哥放心，2孩子就是我的心头肉，我这就将狼腿炖了。王小福扯了扯嘴皮子，他咋就不信沈大妮的话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最好对这2个孩子好一点，否则的话……小福哥放心，2孩子就是我的心和肝，我一定会对他们好的。王小福动了动嘴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沈乔看了看日头，还不到5时，趁早将狼腿炖了完事。另一边，沈雪一脸菜色的坐在院子里，她将村长给巡水小分队1人分1条狼腿的事情告诉了他娘赵莲花。赵莲花狞笑：你奶奶平时最疼沈大妮了，她现在有了好东西，不应该孝敬她老人家吗？说着就往沈大妮家走去。知母莫若女，沈雪顿时知道他娘打的什么主意。就在这时，屋内传来王氏的拍床声。沈雪不耐烦地打开房门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她嫌弃地捂着鼻子：老壁灯，你又要干嘛？王氏是沈大妮的奶奶，如今病倒在床，不复当年威武霸气。死妮子，水！你个老壁灯，你怎么还不嘎？想喝水，怎么不去找你的大孙女？此时赵莲花刚到裴家门口，敏锐地嗅到一阵肉香味，五脏庙瞬间闹了起来。这个死丫头，有了好东西不知道孝敬分享，倒是关起大门吃独食。赵莲花的3角眼折射出恶毒的光，叉着腰踏进裴家院子。裴炫和裴珠还未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见赵莲花叉着腰风风火火冲了进来。小崽子竟然吃独食，忘记你曾外祖母怎么疼你们的了，也不知道孝敬老人家。赵莲花眯了眯小眼，直接连盆带肉端走。盆里的狼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馋得她口水快要流出来。外婆，狼肉可以端走，那我和小猪能去看看曾外祖母吗？不知死活的小崽子，又想上门打秋风。可是我真的想曾外祖母了。赵莲花端着盆子就走，裴珠伸手拦住。外婆，你不能走，这是娘给我们做的狼腿肉。嗨，小兔崽子，外婆将肉端给你曾外祖母吃，怎么你想拦着？亏你曾外祖母那么疼你们，倒是养了个白眼狼。她真是恨嘎这2个小崽子了。从前婆婆偏心沈大妮，后来又替沈大妮带孩子，真不知这2只小白眼狼有什么好，一个个的上赶着疼爱。说着，她掐了一下裴珠的脸，裴珠痛呼一声。裴炫急了，一把扯住赵莲花的手。外婆，你为何掐妹妹？赵莲花猛地一甩，裴炫趔趄在地，裴珠大哭出声。沈乔不知道何时出来了，冷冷地盯着他看。赵莲花吓得缚紧了怀里的狼腿，逮着空隙冲出门外，拔高嗓门：要死啊你！竟敢吓唬老娘，不孝的孽障！乡亲们快来看看呀，沈大妮谋该继母了。好事的妇人隔着篱笆探出头来，赵莲花系上心头，扯着嗓子哭喊：没法活了，都说继母难当，沈大妮要拿刀嘎西我呀！沈乔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赵莲花做戏。这老泼皮比沈雪还会做，刀打一耙的本领炉火纯青，我倒要看看这赵莲花怎么演。赵莲花哭得伤心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指着沈乔又捶了捶胸口。可怜我婆婆那么疼沈大妮，疼她的2个孩子，她倒好，做出来狼肉舍不得分老人吃一口。我这个当媳妇的不忍心老人家受苦，特意讨要1、2块肉，没想到沈大妮拿着刀要嘎我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上来就抢，还掐了妹妹的脸。沈乔眸孔一缩，将裴珠揽在怀里，看向赵莲花的目光阴冷骇人。是你掐的？是我掐的又怎样？小丫头片子不敬长辈，我替你教训她。什么？沈乔冷哼，口口声声小辈不敬你，你这个做长辈未经允许闯入我家，直接抢走孩子的吃食，还掐孩子的脸，你有做长辈的样子吗？看热闹的妇人们开始交头接耳，时不时地对着院里的几人指指点点。再怎么样也不能掐孩子吧？这赵莲花没有王氏压着，简直要上天啊！就算沈大妮不孝，
她这个当外婆的怎能说抢就抢？你看她手里还端着盆呢。谁说我抢了？是你奶奶想吃，我才来拿的。小炫也说了可以拿走，这群人竟然指责我。还有沈大妮这个死丫头，怎么变得能说会道了？离奇的是，她竟然护着小崽子。沈乔唇畔勾起一抹冷笑，奶奶自然是该孝敬，只不过奶奶的那份肉早已准备好。说完，转身去厨房端来了一盆狼肉。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我准备拿给奶奶吃的。你手里那盆分明是抢孩子的。第二批巡水小分队猎到狼的事儿早已在村子传开，王小福扛着狼腿送到裴家的事人尽皆知。有一个妇人跟赵莲花不和，便站出来指责他。赵莲花，村长都说了，狼肉是给孩子补身体的，任何人不得打他的主意。你瞅瞅你脸皮多厚，竟然抢孩子的吃食！嗨，你眼瞎还是耳聋？我说了是沈大妮的奶奶要吃，她孝敬她的。什么叫我抢？人家沈大妮手里端着的那盆才是孝敬奶奶的，你手里端着的分明是抢的。嗤笑赵莲花的妇人名叫王翠花，40来岁。她看不惯赵莲花最近的做派，先前恨不得夹着尾巴做人。王氏倒了后，竟然想学王氏称霸蛤蟆村。也不看看她几斤几两，蛤蟆村哪里轮得到她吆五喝六？你若是想吃，跟我说便是。为何要掐裴珠的脸？她只有6岁。你瞧瞧脸都被你掐肿了。沈乔此言一出，在人群中炸开了锅。赵莲花咋那么不要脸呢？抢孩子的东西吃，还掐孩子的脸，孩子才多大？你抢，小脸都红了。做事，这和当初的沈大妮有什么两样？听到人群中的反应，沈乔一噎，砸扯我头上来了！不行不行，要及时逃离止损。沈乔扬了扬下巴，冲着裴珠裴炫喊了一句：走，我们把肉给曾外祖母送去，顺便看看她。沈大妮要去看那个死老太婆，万一发现我虐待老太婆怎么办？千万不能让沈大妮过去。赵莲花重重地将狼肉放在地上，伸手拦住沈乔。又想上门打秋风？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是你说我不孝敬奶奶，如今我去给奶奶送肉，怎么能是上门打秋风？小猪小炫，我们走。不能去。赵莲花死拦住，不让他去。沈大妮，你奶奶就是你气病的，还不知死活的往前凑。沈乔不理会赵莲花，冲着裴炫裴珠喊道：你俩快去看看曾外祖母，若她不想见娘，娘就不进去。好的，娘。裴珠溜得飞快，裴炫深深地看了沈乔一眼后，跟上了裴珠的步伐。正当赵莲花想追上去的时候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沈乔想调虎离山，门都没有。还好小雪在家里，她不会让2个小崽子见到王氏。他在村里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大善人，一回到家却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恶妇，每天都要将奶奶王氏抽100鞭子。原因竟是奶奶将自己仰慕的裴元许配给了姐姐沈乔，故而怀恨在心。一天中午，2个6岁的孩子偷偷溜进了沈家。此时沈雪正用手掐着王氏，压根没注意到院子里溜进来俩孩子。喜女子有本事掐嘎我。老太婆，那你就嘎吧。王氏被掐得直翻白眼，在他以为差点嘎掉的时候，砰的一声，门被打开了。小姨，你在干嘛？沈雪浑身僵住，猛地松开双手，冷汗直冒。这2个小兔崽子怎么过来了？他娘呢？你曾外祖母吃东西被卡住，小姨刚给他抠出来，感谢老天，终于把奶奶抢救过来了。忽然，王氏剧烈的咳嗽起来，捂着脖子，死死盯着沈雪。哎呀，奶奶你怎么了？沈雪惊呼一声，一脸关心，上前将王氏从床上扶起来，贴心的在背后靠了枕头。在靠近王氏时，沈雪低声警告道：给我老实点，否则我掐死2个小崽子。曾外祖母，你怎么了？是被卡住喉咙了吗？小猪，曾外祖母需要休息，我们不要打扰她好不好？沈雪扯了扯嘴角，拉住裴珠的小手往外走。好吧。裴炫直勾勾地盯着王氏，2人四目相对。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？他根本就不像在抢救曾外祖母。小雪，快出去吧，别打搅曾外祖母休息，好吗？裴炫点了点头，临走之前，深深地看了床上的王氏一眼。另一边，赵莲花还在死拦住沈乔，气得沈乔想打他，奈何在古代孝敬大于天，殴打长辈是犯法的。沈乔睨了赵莲花一眼，揶揄道：奶奶病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这当孙女的想去看一眼，你却百般阻挠，难不成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我知道？我是怕你气到你奶奶，你什么德行大家都清楚，你少往你奶奶跟前凑。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我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还想把锅安在我头上？沈乔索性不管名声了，一把推开赵莲花，飞奔至沈家。哎呀，打人了，继母难当啊！从我进了门，老的非打即骂，小的有样学样，我怎么那么命苦啊？
看热闹的众人纷纷同情起来。自从赵莲花入了门，天天被婆婆骂，沈大妮也跟着奶奶骂后娘。赵莲花洋洋得意，等回过神来时，发现沈乔不见了。完了，若沈大妮真想看王氏，就她那泼辣狠毒的性子，小雪不是她的对手。赵莲花急得冒火，急忙爬起来，推开众人，追了上去。王翠花也领着几位妇人尾随赵莲花去看热闹。刚到沈家，就见沈雪跌坐在地上，哭得凄凄哀哀。赵莲花扯住沈乔的胳膊，嗷嗷直叫：“没天理了！沈大妮殴打继母了！”触及到墙外探头探脑的妇人，裴眼眸光微闪，噔噔噔跑到沈乔跟前，拔高嗓音：“娘，曾外祖母被卡喉咙，喘不过气了。”什么被卡了？沈乔一急就要往王氏屋里钻，沈雪一把抱住沈乔的大腿，哭得梨花带雨：“姐姐，奶奶被我救回来了，她需要休息，你不要打搅她，不能让沈大妮过去，就她那狠辣劲，大嗓门一嚷嚷，岂不人尽皆知？”沈乔抬了抬腿，纹丝不动。小绿茶抱得还挺紧。赵莲花也走到沈乔后，张开两臂护在门前。沈大妮又想来气你奶奶，气嘎了你好跟宋秀才私奔，是不是？姐姐，你好好跟裴大哥过日子吧，不要想着宋秀才了。猫的，母女俩绝对有猫腻，趁机拦我还不忘踩我一把。沈乔那个怒火蹭蹭往上直冒，手握拳头，单腿使力，一脚将沈雪蹬到一边，大跨步上前，一把揪住赵莲花的胳膊就往后扯，像扔破布似的丢开。没天理了，沈大妮要害嘎他奶奶了！沈乔推开滋滋作响的木门，简直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。屋里狼藉不堪，恶臭的气味充斥着整个空间。沈乔感觉眼眶有点酸酸的。聂如道：“奶奶，我接你去我家。”可怜王氏瘦的只有60多斤，沈乔掀开被子，不嫌弃恶臭，一把抱了起来。沈大妮，将你奶奶放下！赵莲花率先冲进来，再次张开双臂挡住。给我起开！赵莲花被沈乔的气势镇住了，愣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曾祖母看着王氏瘦得不成人形，裴珠捂着嘴巴，眼泪啪嗒啪嗒流。为什么曾外祖母变成这个样子？她好可怜啊！以前曾外祖母身强体壮，膀阔腰圆，何时瘦成了猴子模样？忽然，裴炫的眸孔一缩，直起王氏的胳膊问：“为何曾外祖母胳膊上全是淤青，还有脖子上红彤彤一片，怎么回事？”沈乔也冷冷地望向赵莲花，目光锐利如刀，仿佛要将她洞穿，冰冷刺骨。这时沈雪却开口道：“姐姐，你为何要掐奶奶？就算奶奶不同意你嫁给宋秀才，你也不能如此狠心啊！”赵莲花眼珠子转得飞快，顺势接话：“就是，就算再不满，也不能掐你奶奶呀！亏她以前那么疼你，你竟然冲到我家来对着你奶奶发泄不满，大逆不道啊！”听到沈雪的污蔑，王氏的瞳孔猛然增大，浑身绷得紧紧的，伸出手指着沈雪：“你奈何说不出来，只好看向沈乔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他掐。”卯足了劲也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，急得胸口不断的起伏。沈乔立马看向王氏，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：“姐姐，奶奶都说了是你掐的，你还想将奶奶带到哪里去？非要将她折磨嘎，你才开心嘛！”说完，悲切切地哭了起来。可怜奶奶从小就疼你，疼爱你的2个孩子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原身恶名在外，看热闹的众人听到沈雪这么一说，不免唏嘘。沈大妮也真是的，屡教不改，骂丈夫打孩子就算了，就连将她当眼珠子疼的王氏也下得了手。就是这种懦妇活着干嘛？老天来到雷劈嘎他吧！沈雪勾了勾唇，目光阴冷。沈大妮，你想将王氏带走，门都没有。这时，裴炫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抬头看向沈乔，语气有些坚定：“我和小猪刚来时，刚好看到小姨的手放在曾外祖母的脖子上。”沈雪大骇，歇斯底里的大喊暴露了她的心虚。小雪，你怎能胡说？看热闹的妇人也呆住了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也不信沈雪能干出来这事，纷纷指责裴炫：“小孩子家的怎么能说谎？八成沈大妮教的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自己心思歹毒，还要教坏小孩子。”裴炫头一次被如此冤枉，愤怒的像头小狮子。我没有撒谎。沈雪垂泪伤心，看着裴炫的眼眸满是不可置信。小雪，你为何要冤枉小姨？小姨对你那么好，从前她打你骂你，都是小姨护着的。到底是人家的亲娘，我这当姨的再疼爱又有什么用？裴炫头一次那么厌恶沈雪，他有些不安地看向沈乔，眸中的担忧言溢于表。沈乔拍了拍他的小脑袋，安慰道：“有娘在，不要担心，你去喊村长过来。”裴炫很听话的一溜烟跑开。
女人回到家就要抽奶奶王氏一把鞭子，只因奶奶将她的青梅竹马许配给了姐姐沈乔，故而怀恨在心。姐姐知道奶奶的遭遇以后，找来村长，是要为奶奶讨回公道，没想到反被倒打一耙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折腾玩笑的有折腾老的，你就不能消停消停？沈乔面色一寒，刚要发话，沈雪扑通跪在地上，抱住王大福的裤脚，凄凄哀哀地哭了起来。村长伯伯，你要给小雪做主啊！我姐姐差点把奶奶掐死，现在又将我娘打晕，还将我的脸打肿了。说着，沈雪扬起小脸让村长看。沈大妮，看你将妹妹打成什么样了？小雪心地善良，乖巧懂事，哪像你，你为何就不能放过她？乖巧懂事，心地善良。村长伯伯，你恐怕不知道我打她的原因吧？沈乔指了指王氏的手臂。村长，你看，奶奶胳膊上的淤青新的旧的纵横交替，沈雪竟然诬陷是我掐的。村长您见多识广，您看看这些淤青，是我今日掐的吗？王大福探头望去，果然王氏胳膊上满是淤青，有的已经青到发黑，一看就知道是常年累月积下的淤痕。沈雪抹了把泪，从地上爬起。姐姐，奶奶脖子上的淤青明明是你掐的，你一直不满奶奶让你嫁给裴衍，所以冲进我家掐住奶奶的脖子，想要掐死她。话音刚落，王氏怒目圆睁，手指发颤地指着沈雪：“你掐奶奶！”沈雪一把抱住王氏的胳膊，哭得伤心。奶奶，我知道你恨我没护住你，姐姐掐你的时候，我应该早点冲过去的。王氏气得大口大口吐着粗气，翻了翻白眼，差点昏厥过去。沈乔一把擒住他的手，照着王氏脖子上的掐痕比对。村长，你看，我奶奶脖子上的掐痕与沈雪的手指非常吻合，到底是谁掐的？相信村长心里跟明镜一样。我没有。沈雪猛地挣脱，不停地后退着。是奶奶卡住喉咙了，我将异物抠出来时，不得不卡住奶奶的脖子，所以才有了五指印。奶奶是被什么卡住了？你倒是说说看。周围人的打量让沈雪无地遁形，她有些慌了。对，是枣子。那你抠出来的枣核呢？拿出来看看呀。我不知扔哪里去了。沈雪面色惨白，摇摇欲坠。沈雪想装晕倒，被沈乔一把扶住，满脸讥笑。妹妹，要是晕倒了，你的罪名可就坐实了。想清楚了再晕倒。你少冤枉我，姐姐，你为何总是看不惯我？爹爹要是知道了，定饶不了你。沈乔环顾了一圈，对着看热闹的众人提高嗓音说道：众所周知，如今大旱，咱们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。你哪里来的枣子？众人直犯嘀咕，就连王大福也问了一句：你哪来的枣子？爹爹去年从县城带来给我的，我不舍得吃，便孝敬给奶奶了。众人一听，议论纷纷。沈大高在县城米铺做工，时不时会带来些小零食，说不定真带了枣子给沈雪呢。是啊，他这么解释也说得过去。沈大你又要冤枉人，小雪那么善良，做不来这事儿。闭嘴吧你们！沈乔抬眸冷笑，目光扫向四周，眸中似结了寒冰。村长，我想问，若有人虐待婆婆、殴打长辈，按村规该如何处置？什么意思？沈乔朝王氏微微一笑。奶奶，等会儿我问你什么问题，你点头回答我可好？王氏点了点头，沈雪却吓得出了一身汗。王氏虽说不出来话，但她不傻，立马说道：奶奶病了许久，神志有些不清，姐姐为何让她在外面吹冷风，还要蛊惑奶奶污蔑我？丫的，我还什么都没做呢，这就开始堵我的路，给我起开！奶奶，是沈雪掐的你吗？你身上的淤青也是她掐的吗？王氏点头如捣蒜，指着沈雪费力吐出几个字：是他掐我。王大福见状，立刻明白过来，只是他还是不敢相信，善良的小雪能做出来这么狠毒的事。沈雪一口气没上来，晕倒在地上。您身为一村之长，向来赏罚分明。赵莲花趁我爹不在家虐待我奶奶，沈雪是帮凶，希望村长公正严明，以村规处置。王大福呆愣半晌，最后叹口气：等他娘俩醒来，去祠堂罚跪3个时辰，反省反省。村长，就罚跪3个时辰，那我奶奶这一身伤怎么算？王大福无奈叹了口气，垂下头。虽然我是村长，但这也是沈家家事，你一个出嫁的女儿也不好过问。后续的惩罚只能等你爹回来，让他拿主意。沈乔不依不饶，王大福被他烦得有点头疼。3天，罚跪3天，行了吧？王大福挣脱沈乔的手，喊了几个看热闹的人，将赵莲花和沈雪拖到祠堂去。村长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奶奶全身是伤，瘦的只剩一把骨头，我不放心再让她待在沈家，
我想把他接到裴家去住，到时候我爹回来，希望村长做个见证。王大福皱了皱眉，你个外家女，不好将奶奶接到你家吧？再说了，你家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啊。若沈大你将王四接到裴家，沈大高一家的名声可就毁了，不孝的罪名谁也担待不起。村长，难道你眼睁睁地看着我奶奶死吗？还是说我奶奶跟你有什么恩怨？您要见死不救？王大福心头一跳，你胡说什么？见死不救？沈大你怎能这么说我？接走就接走，等你爹回来，本村长还要教训他，纵容妻女殴打长辈。王四你接走吧，本村长给你做主了。王大福大手一挥，颇有村长气势。这还差不多。沈乔满意转身，将王氏捞进怀里抱起，大步流星离开沈家。裴炫、裴珠紧随其后，众人唏嘘。从前王氏身高马大，现在瘦得跟猴一样。沈大妮抱着毫不吃力，看来这个赵莲花没少虐待他。谁说不是呢？以前赵莲花被王氏压着无法翻身，现在趁王氏病想要他命，没热闹看了。众人散了个干净。赵莲花和赵雪被人拖往祠堂。赵莲花醒来听说此事，一直喊冤：沈大妮，你个毒妇，非要害死老娘你才开心。等你爹回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免，省点力气吧。沈雪闭着眼，一句话都不想说。如今的沈大妮行为做派实在诡异，从前只知道动手打人的沈大妮，何时变得能言善辩了？就连力气也这么大。米铺的粗糙大米卖2两银子1斤，而他的精米却只需要1两银子就能买2斤。只因他是个穿越者，就连家里的31厅也一同穿越了过来。想要多少大米，只需要一个意念，就能从他200多平的31厅里搬出各种大米。这天，沈乔将奶奶王氏接到家里，已经是晚上，一顿忙活安置好奶奶后，这才空下时间来吃饭。奶，你今晚要陪曾祖母睡吗？可是我也想跟娘睡一块，娘身上香香的，好好闻。你想跟娘一起睡？哥哥也想跟娘一起睡。是吗？那你俩今晚就陪娘睡吧。曾祖母睡我那屋。什么？娘？这还是娘吗？竟然要陪我们兄妹一起睡，这在从前从未有过。沈乔出了门，找个隐蔽角落，闪身进了空间，来到31厅，从柜子里拿出一床蚕丝被，夹在嘎吱窝旁，正要离开，忽然桌上的手机响了。沈乔惊喜不已，丢下被子，看起手机，准备接电话，却发现手机上直接弹出来一条信息：解救王氏成功，奖励辣椒种子1袋，辣椒种子48小时之内发放，请注意查收。嘿，奇了怪了，这是穿越了还是在玩游戏？将王氏带回家，竟然给奖励，什么玩意？啥用也没有。说完便继续夹起被子，闪身出了空间。2个小家伙已经洗漱完毕，裴炫正拿着毛巾仔细研究。这种毛巾哪来的？这个，这种毛巾和被子都是娘在外地邮商那里买的，觉得稀奇好看，就买了藏起来，一直没舍得用。裴炫有些复杂的看了沈乔一眼，眼神意味不明。天色不早了，娘陪你俩休息吧。很快2个娃便沉沉的睡去了。沈乔也确实累坏了，但他却睡得不安稳。他做了一个很真实的噩梦，吓得立马坐起身来。这梦太真实了，现在正值春季，又是大旱，王氏刚被我接回来，那裴炎岂不是……老天爷啊，我怎么那么命苦？现在跑路还来不来得及？说完叹了口气，便又睡了下去。第二天一早，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灾荒，沈乔决定去城里采购一番。可是翻来覆去，只找到25个铜板。这沈大妮真是个败家娘们，银钱当真是少得可怜，就连首饰簪子也没有。沈乔将25个铜板揣进怀里，背着背篓就要出门。他有点不放心俩孩子和一个老人在家，索性将空间里的电棍拿了出来。小炫、小猪，这是娘留下给你们防身用的，记住顶部千万不能触碰，若有坏人来，拿着手柄部按一下这个小红点即可。又交代了王氏几句。沈乔背着背篓大步离开。他留下的这是什么东西？打狗棒吧？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。沈乔背着竹篓，脚步轻快，心情好的哼起了小曲。如今大旱，也不知县城乱不乱。听说原生的爹和哥哥都在米铺当伙计，这几日忙得不可开交。从格玛村到龙潭县不算远，走路1个时辰就能到。沈乔先去了成衣铺子，跟粮油米铺子相比，成衣铺子的生意惨淡许多。这位夫人，您要点什么呢？别看我们铺子小，成衣、袜子、鞋子那是应有尽有，若是想要，我给您折价处理。有小孩的鞋子吗？6岁男孩穿的那种？有，都在这里了。若是想要，10个铜板这一堆都给你。10个铜板这一堆衣服也给你。从古至今，沈乔还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。你确定20个铜板？
这些都给我。给你，都给你。好嘞。沈乔觉得捡了大便宜，连忙掏出20个铜板。老板接过铜板，开始给沈乔打包衣裳鞋子，随后又叹了口气。要是搁平常，2两银子都不卖。如今这世道，说不定啥时候人就不在了。能卖1分是1分，只有钱拿在手里才靠谱。听到成衣铺老板的话，沈乔有些发愁。他啥都不缺，就是缺钱。拿过衣服，沈乔来到一个粮油铺跟前，门口排起了人山人海。不一会儿，排在前头的人骂骂咧咧的出来了。等了好些天才开门，就卖这么一点，还要我2两银子，心肠也忒黑了。能买到就不错了，从天黑排到天亮，抢不到的人多了去了。沈乔有些好奇，拉住买米的人问道：“你这些米用了2两银子？”“是啊，米铺老板心肠忒黑，1升米就要2两银子呀。”看着那人远去的背影，沈乔暗暗沉思：1升米相当于现在的1.5斤，1两银子相当于现代的1500块钱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竟然花3000块钱去买1斤半大米，黄金都没这个价，当真是贵的离谱。这时，米铺大门忽然关上了，里面传来伙计嚷嚷的声音：“卖完了，卖完了，去别家买吧，不带这么玩人的。我明明看到还有好些米呢。”就是，掌柜的把成想留下自己吃，赚够了我们的黑心钱，想卷银子跑路，丧尽天良啊！百姓们吵吵嚷嚷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奈何米铺大门仍然紧闭。沈乔叹了口气，背着竹篓朝着拐角处走去。我空间里囤的米面油不少，各种瓜果蔬菜应有尽有，反正也吃不完，倒不如拿出来卖掉，换点银子来的实在。环顾了下四周，沈乔闪身进了空间后，从里面搬出来2大袋50千克的大米，又挪出3大袋50千克的面粉，将一些芹菜、瓜果、空心菜等不易保存的蔬菜拿些出来卖掉。钵钵鸡，1元1串的钵钵鸡。沈乔这么一吆喝，不一会儿便引来一群人。你这米1两银子2斤。当然，如今缺钱，家里囤的米粮不得不低价卖掉，大家排好队啊，先到先得。听说1两银子2斤是真的，人群瞬间乱成一团。我先来的，给我来3斤。我要5斤，不10斤。别乱，你们再这样我谁都不卖了。排好，谁也不许挤，一个一个的来，一个人只能买2斤，多了不卖。沈乔的话一点安抚的作用也没起到，更有甚者皆伸手去抢。大家快抢呀！她一个弱女子护不住这些米粮。沈乔冷笑一声，一手抓住抢米粮的那人。我的手！抢米那人捂着手腕，呻吟着躺在地上。围观的百姓捂着手嘶了一声，纷纷后退几步，不敢上前。想买米粮，乖乖排队。若是再有别的心思，他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刹那间，百姓的队伍排列整齐，鸦雀无声。沈乔很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脚将脚下的人踢出几米远。什么玩意儿？长着人形，不干人事。排队的百姓再次倒吸几口凉气。丧尽天良！人家好心卖米，你竟然伸手去抢，和强盗有什么区别？快滚，不然我们报官抓你！不到半个时辰，米面油以及蔬菜全部卖了个精光。晃了晃盆中的银子，沈乔的嘴角快咧到了耳朵根。竟然卖了250两！我爹娘哎，我竟然成了小富婆！沈乔把盆里的银子放到了空间，背着竹篓继续逛。突然觉得脚有些疼，他脱掉鞋子看了看，脚底板竟然有一个大血泡。家里没个驴车可不行，这要是来回走，脚不得废掉。瘸着一条腿，沈乔找到了一家养驴的。这家的驴这么都瘦得跟动物化石似的，站都站不稳，这买回去能干啥？别看我家驴瘦，勤快能干，力气大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见沈乔不为所动，主家便继续推销。这样吧，3两银子1头驴，外送你1辆板车。行吧，一头瘦驴才3两银子，这也太划算了，买！沈乔利落地掏出了3两银子，递给驴老板，麻利地将板车的缰绳套在了驴身上，拿着小皮鞭，晃晃悠悠地赶着驴往家里赶去。咦，这怎么停下了？沈乔下车查看，瘦驴正吭哧地喘着粗气，见状只好将空间里的芹菜拿出来1大半喂瘦驴吃下。果然，这驴子没力气，完全是饿出来的。灾荒年，大家都在啃树皮、挖野菜，而他却每个月都能领1两银子的工钱，还有白花花的大米吃。只因他是县城米铺的伙计，每个月都能往家里搬不少米。这天夜里，沈大高和沈小高一人扛着半袋子大米，哼着小曲往家赶。刚进家门，发现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就连他娘也不在。我去村西头找找，你去村东头看看，你娘是不是在那砍大山那里？父子2人一东一西去寻找，最后才从村长那里得知情况。沈大高含着脸跟村长解释：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家小雪心地善良，
怎么可能殴打奶奶？还有莲花，平常被我娘压的大气也不敢出，说她虐待老人，不给吃喝，谁信？王大福很为难，他不能做言而无信的人。说好的罚跪3天，就得跪3天。村长，求你网开一面，让他们母女早点出来吧。而沈小高却和他爹不一样，听说此事后，骂骂咧咧的往陪家赶。沈大妮，你给我出来！反了天了，竟然敢打我娘和妹妹，看老子不锤死你！哥哥，大舅舅来了，咋办啊？不怕不怕，哥哥保护你。说完便冲进屋里，拿起一把镰刀别在后腰上。小兔崽子，沈大妮呢？叫他出来，看老子不宰了他！沈小高看到怯怯的裴珠，眼神划过一丝轻蔑。裴炫出来，握紧了后腰的镰刀，眼神微冷。我娘进城了，你找她何事？啥？沈大妮进城了？知道我要找他算账，跑得倒挺快。说完，一把将裴炫推倒在地，看着如同鸡崽子一般的人，沈小高哈哈大笑。小壁灯，你娘跟相好的跑了，那今日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壁灯。突然手臂一疼，沈小高连忙去捂伤口，却见裴炫拿着镰刀，怒目圆视，不许污蔑我娘！小东西，你敢打老子，看我不撕烂你都嘴！只听砰的一声，裴炫被沈小高踢了好几米远，镰刀也离了手。裴珠吓得小脸惨白，跑过去抱着沈小高的小腿就咬，不料被大手薅起衣颈，抬手就往一边丢。不许打我妹妹！沈大妮儿不在，老子就得拿你们出气！说着，沈小高加重了脚上的力道，向裴珠走去。突然，砰的一声，沈大高被飞来的凳子砸中了。哎呦，是谁砸老子？只见王氏佝偻着的腰背缓缓走来，眼中寒光乍现，周身散发出气势压的沈小高捂着脑袋蹲了下来。奶奶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孽障！看到王氏用尽全力才说出2个字，沈小高顿时来了气势。奶奶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沈大妮，护着她生的小壁灯吗？奶奶若想护着，也要看看你还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滚！这个字王氏吼得颇有气势，奈何刚指着沈小高吼完，瞬间头重脚轻，栽倒在地上。曾祖母！裴炫大叫着冲过去，恶狠狠地盯向沈小高。要是曾祖母有事，我娘不会放过你。小兔崽子，口气不小，看来还没教训够啊！今日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小杂碎，看你还敢不敢吆五喝六了。沈大高目光落在沈乔留下的电棍上，伸手便去拿，不小心按到了开关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咦，真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从未见过？说完便伸手去碰。你别！裴炫来不及阻止，沈小高碰到棍子，整个人剧烈的颤抖了起来。裴炫、裴珠全看呆了。哥哥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疯了吧？他这样下去，他会不会死啊？裴炫背着小手上前，悄悄按了红点。沈小高仿佛身体被掏空，软趴趴的倒在了地上。片刻，沈小高在那股震惊中回过神，神情恐惧。有鬼！大舅舅做多了坏事，上天在惩罚你呢。邪物，那根棍子是邪物。沈大妮竟然敢私藏邪物，哈哈哈！我要去告诉村长。邪物吗？裴珠眨巴眨巴眼睛，一把将棍子拿了过去。这棍子我拿着也没事啊，怎么舅舅跟人来疯似的？莫不是真的有鬼？哥哥，我害怕。本就受到惊吓的沈小高疑惑的四处瞅了瞅，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听说大人是看不见鬼的，莫非？哥哥，他在那。裴珠惊恐地指着暗处的角落，仿佛看到了恐惧的东西。妹妹不怕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这些脏东西不会找我们，只会找大舅舅。本就被电棍吓得虚脱的沈小高，闻言止不住的双腿打颤。你就要吓唬我？莫非真的有脏东西？不然怎么解释那根棍子？小兔崽子拿着却什么事也没有。而裴珠却适时尖叫一声，朝着空气胡乱挥手：“不要找我们，不要找我们，我们没有干坏事。你去找大舅舅，他打小孩子，你快去找他。”裴珠脸上惊恐的表情不像作假，仿佛真的有凶神恶煞的东西朝着他们靠近。哥哥，你快跟他说，让他去找大舅舅，我们没有做过坏事。裴炫会意，学着裴珠方才的动作，挥舞着手臂：“不要找我们，不要找我们，要找就找大舅舅。”沈小高惊恐地环顾了一周，却什么都没看到，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。他一边奔跑狂奔，一边嘴里叫嚷着，引得村民探出头来看热闹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要找我啊！我没有干过坏事，要找着我娘和妹妹，是他们两个不给奶奶吃喝，还打奶奶。看着沈小高湿淋淋的裤子，裴珠捧着肚子哈哈大笑。妹妹，你笑什么？大舅舅他尿裤子了。沈大高磨破了嘴皮子，快要说动王大福放赵莲花和小雪回家，谁知被沈小高急嗓子嚷嚷的全村尽知。王大福气得脸色发青。沈大高还说他俩善良，你儿子都亲口承认了，赵莲花母女虐待王四，不给吃喝，还让上天惩罚他俩，你连你儿子都不如呀！继续罚跪3天，俺不6天，1天只给吃1顿，饿不死就行。瞧瞧
这都干了什么事？王大福气得咬牙切齿，将沈大高送来的米一扔，有多余的米粮，不如孝敬孝敬你老娘。另一边，沈乔对村长家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，牵着小毛驴慢悠悠地往家赶。裴炫看到沈乔回来了，双眸发亮，心脏瞬间被一股暖流塞满。娘回来了，她没有跟宋秀才跑。看着瘦骨嶙峋的驴和满满当当的东西，裴炫疑惑了，哪里来的驴？而裴珠却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过来，抱住沈乔的大腿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曾祖母晕倒了，呜，我的头好疼。沈乔这才注意到院子里一片狼藉，王氏窝在屋檐下，躺在2个并拢的凳子上面，不省人事。谁干的？是大舅舅来了，不过他被我们赶跑了，然后他……而沈乔已经来到王氏跟前，在鼻子处探了探，感觉到微弱的气息。沈乔松了口气，急忙问裴炫：“村里有大夫吗？让他给小猪和曾祖母看看。”裴炫眸光闪了闪，紧抿嘴唇。裴珠捂着脑袋开口了：“哥哥已经为曾祖母把过脉了，曾祖母是气急攻心，半个时辰后就会醒来。”闪！这下把沈乔整不会了，宝贝儿子居然会医术。上下打量了裴炫一眼，沈乔除了震惊外，还满脸不可置信。这个女人只是去了趟县城，回到家里却发现家被偷了，就连老人和小孩都不放过。而偷她家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亲弟弟沈小高。沈小高活得不耐烦了，竟然敢欺负我的宝贝闺女和儿子，还气晕他的奶奶。说完便扛着锄头来到沈家，吃瓜群众纷纷跟在后面看热闹。一进院子，沈乔拎起锄头就往沈小高身上打。沈大高眼疾手快，一把擒住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着爹的面竟然打弟弟！打弟弟要趁早，他作恶多端，气坏祖母，脚踹外甥，教训他都是便宜他了。沈大高此刻脸黑的不行，搁在平常，他一个眼神吓得沈大妮不敢上前，现在竟然敢公然忤逆他。快将锄头放下！嫁人了不学好，竟跟着你奶奶学一身臭毛病，你爹我可不惯着你。讲的就像平常多惯着我似的。我这个大女儿今日是怎么了？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我冷脸发脾气，只要我呵斥一声，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见沈大高死死抓住锄头不放，沈乔索性将锄头一扔，双手使力，不由分说举起拳头将沈小高一顿胖揍。沈乔这么一打，使还在惊恐中的沈小高瞬间清醒过来，当即出手跟沈乔对打起来。沈大妮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乖乖送上门来了，看打！只听嗷的一声，沈小高捂着猪头脸躺在地上。沈大妮怎么回事？平常都打不过我的，今日力气竟然大到离谱！沈乔一脚踩在沈小高的腿上，沈大高连忙上前：“快放开你弟弟！放开！你滚远点，我就放开！我是你爹，你竟然让我滚！”环顾四周，沈乔高声道：“沈小高趁我进城虐待祖母，殴打我的女儿和儿子。今日只是简单的教训他一顿，若以后再敢来犯，我可不再顾及亲情血脉。还有，我沈大妮从今日起改名沈乔，奶奶王氏由我抚养，从此以后跟沈大高没有关系。”沈大高一听，黑着脸沉声道：“沈大妮说的什么胡话？将奶奶接到你家去，诚心毁爹名声！”这时，门外的吃瓜群众看不下去了，议论纷纷。人家沈大妮沈乔将奶奶接过去，那才是明智之举。瞧瞧王氏跟着你，怕是有命无回。就是，撺掇着婆娘和闺女虐待生养自己的老娘，还要名声，呸！假正义假正经。沈大高脸色青了，白了又青。我没有。莲花和小雪也不是这样的人，定是沈大妮看不惯他们，处处找茬，现在竟趁我不在家污蔑他们。沈大高这话脱口，顿时激起民愤。我呸！王氏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，还不如养条狗，狗还知道看家护院呢。就是，王氏被虐待的跟猴子没什么两样。沈大高竟然说赵莲花不是这样的。喂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沈大高回来到现在有瞧过你老娘一眼吗？沈大高不敢相信，梗着脖子叫嚣：“污蔑，全是污蔑！不知道我大女儿如何收买了你们，竟然为她说话。”沈乔已经不想直视这个爹了，他不仅当儿子失败，当父亲更是失败。闭了闭眼，沈乔发狠，脚下使力，将沈小高踹出几米远。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感谢大家为我说话。也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，以后我沈乔跟沈大高一家断绝关系，祖母王氏由我直接抚养。你！沈大高没想到沈乔说出这样的话，气得浑身战栗，手指发抖。口说无凭，立字为据，我这就找村长为我立字据。趁着风头的赶快找王大福跟渣爹继母一家断绝往来才好。不许去，我是你爹，你要忤逆不孝吗？忤逆不孝也是跟你学的，你都可以对奶奶不管不问，我也可以跟你断绝关系。
说完便大步朝村长家走去。吃瓜群众连忙搬着小板凳跟上，有吃瓜群众坐镇，王大福又在气头上，二话不说在沈乔的断亲书上签了字，拍着胸脯表示，作为一村之长，守护村民的健康安全是我的责任。沈大高纵其虐待，不忠不孝，本村长做主，让王四跟着你过。裴衍回来后若不同意，你让他直接来找本村长。听王大福提起裴衍，沈乔愣了半晌，差点把这号人物给忘记了，也不知道自己擅自主张，裴衍会不会生气。沈乔揣着断亲书，一路上忧心忡忡。回到家后，将断亲的事给王氏说了。王氏点了点头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断的好。”说完又想到了什么，王氏又垂下眸子，重重叹了口气：“奶奶，怎么了？”裴衍。奶奶放心，村长说了，若裴衍敢反对，尽管找他做主。虽然沈乔这么说了，但王氏仍然忧心忡忡。沈乔不知王氏所忧，在院子里忙得热火朝天，将他在县城买的东西都搬到了屋里，又把家里的一些破烂全扔了，放上新买的桌子。有新买的了，谁还要这破烂玩意儿？晚饭炒了红烧鸡块、糖醋排骨，还蒸了香甜软糯的大米饭。沈乔将大门关上，一家人偷偷躲在屋子里，吃得满嘴流油。哪来的鸡肉？去县城买的。沈乔直接回答，还不忘说裴炫两句，多吃点，学学你妹妹。裴炫吃的太少，又爱多想，沈乔有些发愁。晚饭后，裴珠欢快地迈着小步伐一蹦一跳回了房间，看着全新的被子，裴珠趴在上面闻了一口，对裴炫说：“哥哥，是阳光的味道。”随后两人释放了天性，迈着小短腿爬到床上滚了几圈，裴珠也上去跟着一起滚。有新被子喽！裴珠滚够了，又站起来跳，裴炫一把拉住他：“别跳，把床踩烂了！”裴珠吓得赶紧停了下来。此时沈乔走了进来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裴炫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你累了一天了，很是辛苦。娘暂时不需要你做什么了，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。现在呢，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乐乐，这就是对娘最大的帮助。嘿嘿，哄孩子的漂亮话，谁不会说？另一边，格玛村祠堂内，赵莲花捂着肚子，蜷缩在祠堂一角，有气无力地谩骂着：“天杀的沈大妮，白又饿死我了！忤逆不孝的东西，怎么不去死？”娘，别骂了，先省力气，女儿会想办法出去。沈雪恹恹地跪在蒲团上，掀了掀眼皮，眸中划过一丝金光。什么办法？赵莲花陡然来了精神，从地上爬起来。当看到有气无力的沈雪时，叹泄了气般继续缩在角落里。你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办法？天杀的王大福，还有你那个没用的爹，这要是一直关下去，咱娘俩岂有命活？沈雪依旧跪在蒲团上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脑子却不停地转动着。赵莲花见她这样，心中更没底，想要扯着嗓子骂几句，奈何饿得有气无力，嗓子如同吞了刀片般刮得火辣辣的疼，只能捂着肚子哼哼唧唧。沈雪抬眸，淡淡的瞥了赵莲花一眼，娘，女儿这里有一个主意，可以让我们尽早出去，不知道娘愿不愿意干？女人一把火将村里的祠堂烧了，不仅没有被村长怪罪，反而还得到了村民们的拥戴好评。只因她是一个心机女，还特别会演戏，而火烧寺庙正是她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。只见她缓缓起身，揉了揉酸疼的膝盖，伸手打翻了香案上的油灯。天干物燥，欲火即燃，香案上的垫桌布很快燃烧起来，顺着风势往祖宗灵牌的方向燃去。赵莲花猛地从角落里坐起，大惊失色：“雪儿，这是要干嘛？火烧祠堂可是大罪！”沈雪没有搭话，随手从角落里捡起块石头，哐哐两下将门上的锁砸落下来。娘，你快跑出去，就说祠堂窜出一只耗子，打翻油灯着火了。那不行，你待在这里太危险。话未说完，被沈雪一把推了出去。快去迟了，女儿就要葬身火海了。赵莲花不再迟疑，拔腿跑了出去。沈雪勾了勾唇角，眸中闪过一丝冷光。没一会儿，就听到外面凌乱的脚步声，还有赵莲花凄厉的嘶喊声：“村长啊，快救救小雪呀！我让她跑出来，她非要护住祖宗牌位。我的小雪还未嫁人，若是被烧死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”这时，沈雪抱着祖宗牌位从火光处冲了出来，看起来颇有点英勇救英的。沈大高听到动静，鞋都没穿就跑了过来，看到爱女浑身狼狈的模样，心疼的冲上去：“雪儿啊，爹爹来了！村长伯伯，快喊人救火，里面还有不少祖宗牌位呢。”说完，便毫不犹豫的转身冲进火海中，继续抢救余下的祖宗牌位。王大福急得直跳脚，连忙吩咐人灭火。可是大旱灾年的，哪有多余的水去灭火？沈雪再次冲了出来，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：“村长伯伯，余下的祖宗牌位被我抢救回来了。”他的小脸黑漆漆的，仿佛抹了炭一般，发丝烧焦了一缕，
身子摇摇欲坠，接着就软弱的倒了下去。雪儿啊，你个傻孩子，是命重要还是祖宗牌位重要？你竟然舍身去护着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沈大高一脸心疼，想要上前，却被赵莲花一把推开。都是你那个不省心的大女儿，把我们母女俩害成这样！你滚！沈大高不仅没滚，反而更加心疼，不由得怨起沈乔来。都是他整的事儿，要不是他闹着将奶奶接过去，小雪会这样吗？哼，掐人中，掐人中！王大福满脸焦急，照着沈雪的人中狠狠掐去。沈雪深吸一口气，醒了过来。王大福的手僵在原地。村长伯伯，雪儿有错，没有护住祠堂，请村长伯伯责罚。我也想赶走那只耗子，可是浑身饿得没力气。等我赶到香岸时，耗子已经将油灯打翻了。村长伯伯，您惩罚我吧。王大福看着应天的火光，又看了眼一地抢回来的祖宗牌位，还有沈雪故作坚强而又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王大福心脏软了几分。沈雪死个好的，村子里谁人不知？或许虐待奶奶，自受了赵莲花的牵连，不怪你，你谋私将祖宗牌位抢过来，算是大功一件，我也算对得起蛤蟆村的列祖列宗了。虽然祠堂被烧，王大福心疼的直抽抽，好歹祖宗牌位以及族谱被护了下来。大不了全村众筹修祠堂。翌日，村口闹哄哄的，沈乔凑过去问了2句，这才知道昨晚祠堂被烧的事情。以我对沈雪的了解，能拼死护主祖宗牌位才怪，8成是沈雪自导自演了一场戏，可怜村长以及村民们都坚信不疑。沈乔不想听他们夸奖沈雪，他怕隔夜饭吐出来，便急匆匆回家。这时，张寡妇叉着腰走来，说话阴阳怪气：“爷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沈大妮吗？这是要去呢，难不成又要去找野男人？”沈乔没闲工夫搭理他，扭头就走。张寡妇继续巴巴：“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昨日鸡毛山上惨叫连连，听王赖子说，雪水小分队8成遇到了熊瞎子，活着的可能性不大。哈哈哈！沈大妮儿，你男人没了，你也成了寡妇了。”张寡妇，没有依据的可不能胡说，是不是真的？过几日就知道了。昨天你们都去祠堂了，不知道鸡毛山上的惨叫声有多凄惨。我看此事十有8九。张寡妇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咧开了幸灾乐祸的嘴角。我告诉你们，裴眼要是没了，可得把你们男人看好了，小心被沈大妮勾进被窝。啊哈哈哈哈！张寡妇笑得猖狂，可惜大家全都愁眉苦脸，并没有人跟着她一起笑，只能自讨没趣的叉着腰回去了。此时的沈乔已回到家，将早饭做好了，而沈乔但拿着一根玉米，心不在焉的啃着。裴炫总觉得他娘有心事，拿了个鸡蛋递给沈乔：“娘，吃个鸡蛋吧。”“谢谢乖儿子。”“娘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我没事，乖儿子，快点吃吧。”“你有心事。”果然，姜还是老的辣。王氏一眼就瞧出了沈乔的不对劲。“奶奶，没什么，就是累着了。”他脑海里全是裴眼没了的话，也不知张寡妇的话有几分真假。沈乔叹了口气，一老两小齐齐望向他：“别看我，你们快吃啊，我吃的差不多了。去村长家看看是什么情况。”沈乔走后，裴炫很不放心，王氏便让他跟在后面看着。走到半路，陈二狗拦住了裴炫：“走开！”谁知陈二狗哈哈大笑：“小菜鸡，爷爷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爹死了，你娘要给你找后爹了！”哈哈哈！不许诅咒我爹，不许污蔑我娘！裴炫猛地用头撞向了陈二狗的肚子，气得脸颊发红。最近吃得饱，力气也不小。陈二狗被撞得四仰八叉，捂着肚子直打滚。给我抓住他！陈二狗的小跟班们有些犹豫，想到沈乔那彪悍的模样，后退了几步。二狗哥，他娘要是来了，我的肋骨岂不是也要断？我娘说了，离他们远一点。沈大妮就是个疯狗，带谁要神。说完，4、5个小跟班一哄而散，溜了个没影。陈二狗被气得直翻白眼，继续挑衅裴炫：“我可没胡说，你爹是真的死了。你娘给你找4、5个后爹，天天打你，还会将你卖掉。”想到今早沈乔的态度，裴炫有一瞬间愣神，难怪看着娘有些不对劲，难不成爹爹真的遇到危险了？陈二狗继续捂着肚子，一边笑一边哼唧道：“你娘就是假装对你们兄妹好，其实她早就想让你爹死了。你娘就是个恶妇，还想立牌坊，不可能！哈哈哈！”谁能想到陈二狗小小年纪出口成脏，张口恶妇，闭口牌坊，焉知不是受到张寡妇的熏陶？你胡说，我娘才没有假装对我们好，她也不会去找别的男人。裴炫气得冲陈二狗歇斯底里喊道，脸颊爆红，额头有青筋隐隐爆出。陈二狗却扑哧一声笑了：“你个傻子，他以前怎么对你的？难道你忘了？
傻不拉几的问那个贱人说话，不许胡说八道，不然打烂你的嘴。我可没胡说。昨日蛤蟆山传来惨叫，巡水小分队去的就是蛤蟆山，你爹肯定死在里面了。你别不信，过不了几天，你娘就会改嫁。你胡说，我爹不会死，我娘也不会改嫁。嘿，小杂碎，赶紧撞爷爷我！陈二狗拔腿跳过，想要冲上去打裴炫，没想到扯到肋骨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告诉你，你爹死了，这事是真的，信不信随你。丢下一句话，陈二狗捂着肚子开溜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谁知道裴炫疯起来会怎样？等我肋骨好了，再收拾这个小菜鸡。他从县城里带回来2大包粮食，却舍不得给他的老母亲分1粒米，还要跟他断绝母子关系，只因他娶了个蛮横无比的娘子，还生了个诡计多端的女儿。他们母女俩为了可以多吃一点粮食，每天都在男人面前煽风点火，要他将母亲扫地出门。这天，刚从村长家回来的沈乔发现裴炫有些不对劲，戳了戳他嫩白的小脸，嬉笑道：“乖儿子，怎么了？脸阴的能滴出水来？你会改嫁吗？”闪！娘好好的改什么嫁？裴炫垂下眼睑，放松了捏紧的手。娘，陈二狗说爹爹死了，娘会改嫁，给我找4、5个后爹。沈乔握紧了拳头，随即周身的温度降低到冰点。先是张寡妇，现在又是他儿子，母子俩合起伙来恶心人是吧？小炫，以后不要听别人瞎胡说，你爹活得好好的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就在此时，沈乔正准备去做午饭，却听到门外传来凌乱的脚步声。姐姐在家吗？我们来接祖母回去了。沈雪率先跨了进来，赵莲花、沈大高、沈小高紧随其后。都断亲了，我们毫无关系，你接谁的祖母？怎么说话呢？一点礼数都不懂。沈大高黑了黑脸，对着沈乔厉声呵斥：“姐姐，都怪我不好，让姐姐对我产生误会。祖母她老人家有些痴呆，经常会自残，我和娘根本没有虐待她呀。再说了，爹爹没有在断亲书上签字，怎么算断亲呢？”巧巧，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颠倒黑白也不打个草稿。沈乔气急，拎起一把锄头朝着沈雪扔去。哎呀！沈雪灵活躲过，却软软的跌坐在沈大高脚下。姐姐看不惯我，也不能冲爹爹的扔锄头呀，传出去姐姐就是忤逆不孝。爹爹，我的脚好疼啊！呜呜呜！沈小高逼逼赖赖的，不愿意了，拎起地上的锄头朝沈乔冲过来。好你个沈大逆，当着我们的面都敢欺负妹妹，还敢对爹忤逆不孝，今天我就要打死你！我去你的丫的沈小高，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，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叫嚣！一脚踢飞沈小高手里的锄头，沈乔猛地薅住他的后脖梗，往他屁股上狠狠一蹬，扑向驴棚的方向。瘦驴被吓得哼哼直叫，加上豆子吃多了，扑哧扑哧喷出来几个响屁。逆女竟然殴打弟弟妹妹，刚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把你丢掉！沈大高气得面色铁青，牙都要咬碎。沈乔活动下手腕，扫向驴棚，只见沈小高脸色发绿，刚要踏出驴棚，谁知瘦驴哼哼叫了2声，翘起尾巴噗噗噗。这一幕让沈乔想到举起手来的画面，没忍住扑哧笑出声。沈大高满脸阴鸷地看向沈乔，厉声呵斥：“逆女，你还笑？老子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？想来平时老子太惯着你，让你变得无视尊长，欺负弱小。你什么时候惯过我？”沈乔停止了笑，冷冽地反问沈大高：“从小到大，你面对我时，从来都是含着一张脸，好吃好玩的东西从来只带双份，唯独缺少我的。你身为大姐，还要跟弟弟妹妹抢吃食吗？从小你就不学好，都是被你奶奶惯的。”话音刚落，门突然从里被打开，一道中气十足的嗓音传来：“我惯的又怎么样？你们今天来干嘛？想看看我到底死没死吗？”只见王氏手持棍子当拐杖，缓缓踱步出来，微皱的眉宇全是怒容，看向沈大高的眼神满是失望。完了完了，这老家伙怎么站起来了？说话还这么利索，万一将事情抖落出来，那我和小雪岂不是要背上一辈子不孝的骂名？逆子，平常老娘太惯着你了，导致你忤逆不孝。刚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把你丢掉。沈大高愣在原地，脑瓜子嗡嗡作响，乍一想，咦，这不是我的台词吗？2半月不见，怎么瘦成这样？你当真不知道？简单几个字，用尽了王氏全身的力气，但他极力忍耐，让人看不出丝毫。老不死的为何说话如此利索？他不是口不能言吗？不行，得想个办法赶紧开溜。
沈雪的眼睛咕噜噜转着。当看到口吐白沫的沈小高时，她的眼泪说来就来，捂着嘴哽咽出声：“哥哥晕死过去了。”众人这才想起来沈小高，齐刷刷望去，只见沈小高翻着2个斗鸡眼，嘴唇皱成了4方形。大舅舅为何脸对着驴屁股？他是想比一比他的脸比较大吗？裴珠很迷惑，一脸懵懂地问沈乔：“是咱家驴看不惯有人说话没个准，索性放了点气。”驴棚内，沈大高搀着沈小高的胳膊，将他拖了出来。赵莲花嗷嗷叫了2嗓子，愤恨地指责沈乔：“你好狠毒的心肠，他是你弟弟啊，你竟然让驴放屁熏他！”沈大高也跟着喊了脸：“瞧你家驴干的好事！”沈小高胸膛剧烈的起伏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：“走走，回家，这里有鬼！”沈雪也怕王氏说出点什么，连忙催促道：“爹爹，咱们带着哥哥回去吧，瞧他被折磨成什么样了。”好，改日再找你算账。刚要走，沈乔突然喊住沈大高：“站住！逆女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听说你从县城带来了2袋米，怎么不见你分给奶奶丝毫？我也是你的女儿，在荒年的，怎么不见你分我一口？”赵莲花顿时变了脸色，指着沈乔斥骂：“休想打2袋米的主意！告诉你，你将奶奶接来，你就要负责她的1日3餐，想要米门都没有。”沈大高一噎，面色讪讪：“只要你奶奶跟我回去，大米少不了她的份。至于你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过的是好是坏，与我何干？”沈乔点了点头，装作失落的模样。王氏拄着木棍站起，挺直腰杆，目光直视沈大高：“我跟你回去。”随即又恶狠狠地瞪了赵莲花一眼，拔高了嗓门：“还不过来扶我！”赵莲花一怔，与沈雪2人齐齐失色。沈大妮，我们已经断亲了，还是你亲自断的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奶奶王氏由你抚养。赵莲花的嗓音有些歇斯底里，听得沈大高直皱眉。难道莲花不想将娘接过去吗？觉察到沈大高脸色不对，沈雪立马落泪，小肩膀一颤一颤的。姐姐，是你将我和娘送进祠堂，并诬陷我们。如今看爹爹带了米来，是不是又想撺掇着奶奶打米粮的主意？听到沈雪哭诉的话，沈大高的胸口就堵了怒火。既然已断亲，那我们就毫无关系。你的奶奶我自会奉养，前提是跟我回沈家。赵莲花脸色一变，松开了搀扶着沈小高的手，指着沈乔道：“他都说了奶奶由他抚养，若将老太太接过来，指不定怎么拿家里的米粮接济沈大妮呢。”沈大高一听，当即脸色一板：“也是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你养就你养，看你那坚持到几时。”王氏听到这话，气得手指哆嗦，浑身打颤：“不孝！”沈乔生怕王氏气得中风了，连忙握住他的手安慰：“奶奶，我养得起你。”随后从怀里掏出断亲书，冷冷地看了沈大高一眼。沈雪说：“断亲书上你未签字便不算断亲，现在请签下你的大名。”沈大高脸色顿时发白，这个逆女竟然真敢！这样也好，让她吃苦头。况且娘不在身边，压着莲花，莲花还有几分安生日子过？眉头松动几分，但装还是要装一些的。娘，沈大高不舍地喊了声王氏，情真意切的模样，仿佛他是个被舍弃的大孝子。王氏将脸扭向一边：“我没你这种不孝的儿子。”好，既然娘不认我，那我就签字吧。而以后不能在娘跟前尽孝，望娘保重身体。看着断亲书上歪歪扭扭的沈大高3个字，沈乔勾了勾唇，将他收进怀里，对着沈大高讥讽道：“行了，别装模作样了。若真心孝顺，又怎会在断亲书上签下名字？不要在我家门口唧唧歪歪了。”姐姐，你怎么能对爹爹这么说话？都断亲了，哪来的爹爹？沈乔冷笑一声，眼神里的讥讽怎么都掩盖不住。还想道德绑架我，门都没有！小婊砸再敢逼逼赖赖一句，我就上手抽。他们是全村最贫困的一家人，生活质量却比别人好上几倍，只因他是一个穿越者，就连家里的31厅也一同穿越了过来。在别人还在靠双手劳作的时候，他只需要一个意念，就能在他200多平的31厅里拿出各种物资。这天，他正牵着瘦驴，带着2个娃悠哉悠哉的去县城游玩，这一幕正好被有心的村民看到，被误以为是带孩子去卖掉。驴穿，沈大妮家何时买驴了？还有平日里穿得像乞丐一样的兄妹俩，今日竟焕然一新。娘，我们去县城干什么？带你们买点衣服鞋子，还有些好吃的。他是怕兄妹俩问起裴衍的事，尤其是裴炫，心思敏锐，性格早熟，干脆带着小孩子出来逛一圈。衣服，娘，家里的鞋子衣裳够穿了，不需要浪费银钱再买。那就买点好吃的糕点。裴炫揪起小眉头，可是糕点很贵的。不怕，我有钱。好耶好耶，那我要买好多好多糕点。对了，还要给曾祖母带一个哦。望着远去的3人1驴，张寡妇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用眼刀子将沈乔戳几百个窟窿。好一副母慈子孝的画面。嗨，他能带孩子买糕点，母猪都能上树，
想到裴炎可能遇险的消息，张寡妇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眯了眯眼睛冷笑：可不就是母猪上树了吗？8成是看裴炎没了，让2个孩子打扮得光鲜艳丽，好到县城卖个好价钱，顺便投奔他的老相好。想到这里，张寡妇健步如飞，扯着大嗓门围着村子喊了一圈：不得了了！不得了了！此时，村庄的十字路口聚集了不少的人。张寡妇唾沫横流，挥舞着双手，不停地添油加醋。跟你们讲啊，此事千真万确，沈大妮她是一刻都不能等啊！前脚听说裴炎遇险的消息，后脚就将2个孩子带到县城卖了。你说狠不狠毒？不可能吧？这段日子瞧他对2个孩子挺好的，还将王氏接过去抚养，不像你说的那么恶毒。你懂什么？沈大妮那是装的。他从前什么德行，你还能不知道？还有裴炎，这次进山10有8九活不了，这不大柱子都跑过来了，说裴炎早就进了深山里。沈雪扯着手中的帕子，眉心微蹙。张寡妇，没根据的事可不许乱说。乱说？我可没乱说。沈雪呀，你也真是的，沈大妮如此对你，你竟然向着她说话。沈雪笑了笑没吱声。张寡妇拍着大手，唾沫星子满天飞。宋秀才他指望不上，当糟老头子的18房小妾倒是有可能，说不定卖的钱还能给王氏养老呢。最后一句话，他是冲着颤巍巍走来的王氏说的。王氏满脸怒气，吓得张寡妇心头一跳。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，沈乔又不在家，这老不死的王氏，我1巴掌便能拍出几米远。王氏未曾开口，沈雪连忙殷勤的去搀扶他，却被王氏一把挣开。沈雪没心思计较王氏的态度，扭过头对张寡妇道：休要胡言乱语，裴大哥英勇无比，怎么可能会死，也绝不会遇害。张寡妇嘚瑟的摇晃了下身子，啧啧2声：你姐姐的男人死了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沈雪一怔，很快恢复神色。你说裴大哥深山遇害，一同寻水的人却只有柱子回来了，那么其他人呢？众人一愣。是了，寻水小分队一共8人，还有其他人呢？张寡妇一噎，刚要反驳，却被沈雪打断。你诅咒裴大哥，就是诅咒同行的6人，我只是说句公道话。正在看热闹的几位妇人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同行的6人有他们家男人，若裴炎遇害，岂不是其他人也遇害了？几位妇人不干了，大声嚷嚷道：张寡妇，闭上你那张臭嘴！我家相公吉人自有天相，此次寻水定能平安归来。就是，你自己没了男人，就巴不得我们和你一样当寡妇。呸！张寡妇见势头转向他这边，气得一蹦3尺高。老娘说实话，还不让说了，告诉你们深山毒蛇猛兽悬崖峭壁，能活着回来，老娘去吃狗粑粑。你们几个乖乖等着做寡妇吧！哈哈哈！几位妇人虽然爱凑热闹，但完全说不过张寡妇，气得哆哆嗦嗦的回了家。张寡妇回头又对着王氏说道：王老婆子，你的孙女去县城当小妾了，你就等着她拿钱给你养老吧！哈哈哈！王氏心中积满怒火，颤巍巍的五指用力举起棍子，狠狠朝着张寡妇的头上砸去。小娘皮的，竟敢污蔑我孙女的名声，老娘今日要你好看！张寡妇被打懵了，捂着脑袋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当看清打她的人是谁时，火气顿时直窜脑门。老不死的站都站不稳，还想打老娘？张寡妇蹭得起身，亮出指甲就往王氏脸上抓去。只见王氏眸光一凛，抬起手中的木棍，朝着张寡妇身上的某个的穴位戳去。张寡妇顿住，突然她倒地，哈哈哈大笑，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，笑得停不下来。哈哈哈！王婆子，哈哈哈！你搞了什么？哈！王氏不解，他只是拿棍子随便一戳，怎么就戳中了张寡妇的笑穴？就在他疑惑之时，一个火急火燎的声音传来：王大娘，快回家看看吧，你孙女婿受了重伤，今起早出气多。啥？你休要胡言乱语，不然老娘打断你的腿！那人是同裴演一起进山的刘成，被王氏恶狠狠的模样吓得腿肚子打颤。王大娘，我不敢撒谎了，裴演浑身是血，我们哥几个抬出来时，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。你孙女呢？快喊她准备后事吧。听到这里，王氏一口气没上来，翻了个白眼，晕厥过去。众人听到此消息，开始议论纷纷。他孙女怎么就那么命苦呀？年纪轻轻当寡妇，带着2孩子可怎么活？看来张寡妇说的没错，裴演是遇险了，这沈大妮不，沈乔可不就成了寡妇了吗？是啊，往事还不许人家胡说。不过张寡妇也真是的，乌鸦嘴真毒，哈哈哈！我就说吧，哈哈哈！遭报应了，哈哈哈！死了还不让人说，咯。由于太过于激动，张寡妇两眼一翻，嘴巴一歪，也晕倒在地。随即，众人便合力将王氏抬回裴家。看着躺在床上气息不稳、只进不出的2人，众人叹气摇头。这个沈乔心太狠，知道裴演遇险的消息，带着2孩子跑个没影。可怜呀，王氏本想跟着孙女享清福，
没想到摊上这事。此时，王大福听到消息，踏着鞋拄着拐杖走来了，他的脸上布满阴云，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请大夫了吗？请了，大夫说挺不过今晚，让我们尽早准备后事。王大福脚步不稳，头晕眼花，还好被刘成扶住，才不至于摔倒。沈大妮呢？去哪了？刘成一噎，半晌后说道：听村里妇人议论，沈大妮带着俩孩子去了县城，打算将孩子卖掉，然后去富贵人家当18房小妾。什么？他只是去了趟县城，回来时却发现家里挤满了人，门口还躺着2个奄奄一息的人，而这2个人中，一个是她的亲奶奶王氏，一个是她的丈夫裴衍。且看他如何用现代知识将2人从鬼门关救回。此时，沈乔正赶着小毛驴往家里赶，发现自家院子乌泱泱围了一群人。众人看到沈乔，仿佛看到恶人一般，大声嚷嚷：“沈大妮回来了！”又叫我沈大妮，我不是说了改名沈乔吗？沈大妮这个名土了吧唧的。再说了，我回来不是很正常吗？突然，沈乔心头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家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奶奶还是……来不及多想，沈乔3步跨2步冲进了屋子。沈大妮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何不能回来？王大福被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气得险些背过气去，指了指床上的人。王大福道：“大夫说，挺不过今晚就准备后事吧。还有你，把俩孩子卖到哪里去了？”听不懂你说什么。说完便上前查看王氏，然后将王氏平放在地面上，拍了拍肩膀喊他：“奶奶，我是妮娅，奶奶。”快醒醒！观察了一会儿，沈乔判定他可能是心脏骤停，开始为王氏做心肺复苏。众人不解这是什么操作，王大福更是气得站立起来，胸口不停地剧烈起伏着。沈大妮，你干什么？人都去了，你还要折磨他？没良心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眼看着棍子即将落下，裴炫和裴珠冲了进来。尊长爷爷，为何要打我娘？当看到2个先同事的龙凤胎时，王大福僵住了动作。谁乱传的？说沈大妮卖孩子去了。刘成连忙摆着手解释：“村长，我刚才就说了，是村里妇人嚼舌根乱传。”裴炫歪了歪头，看向王大福身后躺着的人，越看越觉得熟悉。爹！裴炫健步冲到床前，亮晶晶的泪珠在他眼里滚动，悄悄把了把脉。裴炫突然松了口气。这时，吭吭一声，王氏抖了2下，缓缓睁开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沈乔：“男人，你回来了。”想到裴衍生死不明，王氏再次放声大哭：“我苦命的娇娇孙女呀，年纪轻轻就要守寡，我对不起你娘啊，让老婆子死了算了。”王大福揉了揉眼睛，震惊到不可置信：“王老婆子活过来了，沈大妮还有这本事？”他又惊又喜，连忙冲沈乔摆了摆手：“快来看看你相公，用你刚才的方法把他安活。”沈乔看了眼男人，男人看着20来岁，眉目俊朗，剑目斜飞，不得不说他长了一副好皮囊。娘，你快救救爹！对，你快帮裴衍安安。沈乔看着裴衍，深呼吸一口气，觉得压力山大。沈大妮，你为何一直盯着裴衍的胸口看？你不会这的时候了还想着？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挺不过今晚你就得当寡妇，你最好想法子将裴衍救回来。沈乔叹了口气：“村长，我又不是大夫，将奶奶救醒纯粹侥幸。”听到沈乔的话，王大福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，差点跌倒。是啊，我也真是的，竟然试图让沈大妮救活裴衍，他只是个横行霸道的村姑而已。罢了，如今这世道，裴衍死了，那我就替他照顾着孤儿寡母吧。你好好给他擦洗身子，让他体体面面的走吧。王大福佝偻着腰背，颤巍巍的拄着拐杖，冲门外的人挥了挥手：“散了，都散了吧。希望裴衍能够挺过今晚吧。”众人散去，裴炫、裴珠立马扑进沈乔的怀里：“娘，你能将爹爹救活的，对吗？”沈乔抿了抿唇，扯出一抹笑：“娘一定会将他救回。”裴炫破涕为笑，抹了把眼泪，对沈乔说：“我刚为爹把了脉，爹爹还有气息，若是有好的药材挺过今晚不是问题。可是家里穷成这样，哪有钱买名贵的药材？”沈乔突然想到，我空间里就有不少药材，消炎的、止痛的、退烧的啥都有。而小家伙略懂医术，不如两相结合，能不能将裴衍救活？安慰了小家伙几句，沈乔说去厨房烧点热水。离开后，他找了个机会，催动意念进了空间，走进3室一厅，打开头顶上方的柜子，里面全是瓶瓶罐罐的药，将大学上课用的缝合针、羊肠线、消毒水以及药材找了出来。另一边，裴珠咬着嘴唇问：“娘怎么还没回来？可能没水了吧？娘去打水了。”说话间，沈乔抱着一个小箱子进来了。
小猪，你和曾祖母出去等着，需要热水的时候帮我们端点过来。将手中的箱子一放，沈乔的心脏开始扑通扑通直跳，她有些紧张，但她必须镇定。小炫，娘要为爹爹处理伤口，你在跟前帮忙打下手，怎么样？可以。这个举着，照在你爹的伤口上。沈乔掏出一把手电筒，递给裴炫。裴炫愣了愣，很快接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竟然能散发出和太阳一样的光芒！专心点！耳边传来沈乔的嗓音，裴炫立马板直了身子，聚精会神的将光打在裴眼胸口，拿起镊子给裴眼伤口消了消毒。沈乔掏出缝合针，紧张的咽了咽口水。此举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调整好心态，沈乔聚精会神的开始缝合伤口。半个时辰后，伤口终于缝合完成，虽然有点不美观，好歹齐整了。娘，爹爹的伤口不出血了。裴炫的双眼亮得吓人，兴奋的手舞足蹈。娘现在头晕眼花，等会儿你用这个将你爹的伤口进行清洗。又翻了翻药箱，拿出一瓶碘伏，然后再使用这个消毒。裴炫懵懵的，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闻所未闻，他忍不住问道：娘竟然懂医术？沈乔扶着凳子坐了下来，摇了摇头：娘不懂医术，这些都是在书上看到的。那娘怎么会缝合伤口？嗨，在娘小的时候，曾帮你外祖母缝合过猪仔。裴炫抿了抿唇，没有再问了，转身给裴眼清洗伤口。晚饭谁都没有胃口，裴炫和裴珠更是守在床边，眼巴巴的等着裴眼醒来。到底是孩子的爹，我没穿来之前，裴眼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，占据的位置比娘还重要。若今晚真挺不过去，不知俩孩子得伤心成什么样。王氏端着2个馒头进来了，往沈乔手里一放，多少吃点吧，2个孩子还需要你，你可不能倒下了。沈乔点了点头，冲着2个小家伙喊道：你俩吃点馒头垫垫，不然你爹醒来会心疼的。那爹爹会醒过来吗？裴珠眼眶红红的，强忍着没哭。会的，你俩吃完就去睡，等你们醒来，爹爹也就醒来了。沈乔看着床上一动不动的裴远，根本没有心思睡觉。这要怎么办啊？要是明早裴远醒不过来，该怎么面对那2个小家伙？沈乔急了，在屋里来回踱步。不行就人工呼吸吧。反正把所有的方法用一遍，裴眼若还不醒，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沈乔来到床上，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捧住裴眼的脸，脸颊有些发烫，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。不管了，沈乔嘟起嘴巴，缓缓朝裴眼靠近，在距离裴眼的嘴唇只有1毫米的时候，手就被人给用力拽住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男人只是得了个普通感冒，村长却要其家里人早点准备后事，更有的村民早就拿起铁锹为其挖坑，还说再不埋就要发臭了。眼看躺在床上的丈夫迟迟没有醒来，沈乔决定给他做人工呼吸。不料在2人仅有1毫米距离的时候，男人却突然醒了过来。你在干什么？你醒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饿不饿？渴不渴？沈乔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人工呼吸，他怕越解释越乱，只好转移话题。见沈乔不曾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裴岩冷声一笑：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？看到男人眸中透出的深度厌恶，沈乔的思绪被拉回现实。你醒了就好，我去喊2个小家伙起床。沈乔走后，他看了看自己的胸卡，从胸膛处直至腰窝，像一条长长的蜈蚣趴伏在上面。这是缝合术。就在这时，2个娃兴奋地跑了进来。爹爹，你醒了！呜呜呜！我以为再也看不到爹爹了呢。看到俩孩子，裴眼既震惊又心疼。谁给俩孩子收拾的这么齐整？沈大妮，不可能吧？一个从来不会管孩子死活的人，怎么有心思给孩子梳洗打扮？居心不良，肯定在打什么坏主意。裴炫见自家爹爹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连忙关心道：爹爹，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爹爹，你昏迷不醒，我们都快吓死了。娘衣不解带的照顾了你一宿，还给你擦洗了身子。爹爹，爹爹，娘现在对我们可好了。来了，是吗？还有呢？裴珠咧着嘴笑了笑，乖乖回答：娘替哥哥出气，被陈二狗使坏砸破了头。还有。此时门吱嘎响起，沈乔端着一碗米粥走了进来，递给裴炫：喂你爹吃点吧。说完转身就走。站住！相公喊我干嘛？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看到他脸上挂着细细碎碎的笑，裴岩打了个激灵。你又在打什么坏心思？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别想打坏主意。相公烧糊涂了，净说些胡话。还有，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怎么会伤害他们呢？裴炫、裴珠齐齐点头。娘不会伤害我们的，她对我俩可好了。爹爹千万不要凶娘。对了，相公，我把我奶奶接过来了，通知你一声。沈乔丢下这么一句，推门出去了。回到厨房后，正准备把锅刷了，门口却传来闹哄哄的声音。沈乔望去，乌泱泱一群人朝他家涌了进来，人群中竟然还有张寡妇和沈大高一家。村长和其他村民一脸凝重，叹了口气问：裴燕如何了？
不等沈乔回答，张寡妇的大嗓门先嚷嚷开了：“你也别伤心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大家伙带着铁锹帮你挖坑来了，趁早埋上，省得发臭了。”哈哈哈哈哈！张寡妇的笑粘在脸上，尬了几秒后，冲赵莲花挤了挤眼。幸亏你们断了亲，不然这一家老小就缠上你们了。赵莲花没理会张寡妇，心中暗自得意。老天真是开眼，让裴眼一脚蹬了天，哈哈！我倒要看看沈大妮这个小娘皮带着一牢狼小怎么活。睨了眼张寡妇手中的铁锹，沈乔冷笑一声：“拿着铁锹干嘛？把你埋了吗？”张寡妇也不恼，笑嘻嘻的挑眉：“沈大妮，别耽误大家伙时间了。村长可是说了，明日起我们要去逃难，到时候可没有人挖坑埋你家裴眼了。”张寡妇，闭上你的臭嘴！王大福气得额头的青筋直突突，他本想带着众人看看裴炎死没死，谁知这个张寡妇拿着铁锹跟了上来，赶都赶不走。耶，人死了还不让说呀！沈大妮，你就别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埋了裴炎，我们还得准备行李赶路呢。到时候你这个新寡妇，多找几个男人，路上还能帮衬着你点，哈哈哈！闭嘴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！王大福气得戳歪了手中的拐杖，奈何张寡妇更得意了，嗓门高起来，叭叭个不停。沈乔伸了伸懒腰，左右转了转脖子，将手腕捏得咔吧咔吧作响。沈大妮，你搔首弄姿的勾引谁呢？哈哈哈！裴眼是骨胃寒呢，就开始扭来扭去了。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，众人齐刷刷往墙上望去，沈乔一个回旋踢将张寡妇踹到了墙上。哎呀，我的腰，疼死我了！张寡妇的四肢被扣在墙上，动弹不得，扯着嗓子嗷嗷大骂：“沈大妮，你个天杀的小浪货，扭腰发浪还不让人说，还要打人呀，没天理了！”张寡妇说完，便向村长求救：“村长，快救救我呀！村长！”王大福被他吵得心烦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来到沈乔跟前，叹了口气：“民窟啊，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事？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，也怪我就不该让他去山上寻什么水源。”王大福说完，竟然捂着眼睛蹲下哭了起来。村民们一时间感同身受，脸上挂上了同情、惋惜、怜悯的眼神。沈乔被张寡妇滋滋叉叉吵得不耐烦了，在驴棚内挑了2只血，捏紧了鼻子，来到张寡妇跟前：“你个小娘养的贱蹄子，赶快将老娘从墙上砍下来！”呜呜！张寡妇骂不出来了，只觉得嘴里一阵滂臭，胃里翻江倒海，想要涌出来。再给你重申一遍，我不是小娘养的，我是奶奶养大的。沈乔拍了拍村长的肩膀：“村长伯包，我家相公活得好好的，别哭了。”啥？裴炎活得好好的呢？王大福站起身来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沈乔：“真活了，真活了！早上还喝了2大碗粥呢。”说话间，门从里被打开了。裴炫看着乌泱泱一群人，眨着葡萄似的大眼睛问道：“村长爷爷，你们吵到我爹休息了？”屋外发生的一切，裴眼都看在眼里，有震惊、不可置信，还有怀疑。王大福第一个冲进屋里，当看到坐在床头上的裴眼时，激动得快站立不稳。裴眼，你醒过来了！刘成的下巴都快砸到后脚跟了，他摸了把裴眼的脸，热乎的，别闹。裴眼皱了皱眉头，拍开了刘成的手，朝王大福看去。村长，裴眼惭愧，水源被土匪占领了。裴眼啊，醒过来就好，醒过来就好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裴眼没死，那他们拿着铁锹来埋人就尴尬了。都怪那个张寡妇，没事瞎嚷嚷什么，一天到晚满嘴喷粪，乌鸦嘴里吐不出好话。以后都离他远点，省得咱眼上倒霉。裴大哥，沈雪笑着喊了句，看向裴炎的眼神闪着欣喜。我就知道裴大哥死不了，他那么英勇，怎么会有事呢？然而裴炎看也没看他一眼，继续跟王大福聊天，咬了咬唇。沈雪有些委屈，为什么裴大哥不应我一声？肯定是专注的跟村长讲话，没听到我的声音。深吸一口气，刚想开口，却被赵莲花一把扯住。走，跟娘回家。免，我不走。裴大哥刚醒过来，我得看看他。沈雪刚说完，就觉察到周围都到视线打量他。完了完了，这些人肯定误会我对裴大哥有意思。赵莲花态度强硬，拎着沈雪就挤出了人群。丢人现眼的玩意，他死不死关你什么事？赵莲花气不打一处来，拧着沈雪的耳朵就骂：别净想些没用的人，你是要做秀才娘子的，眼光要放长远一点。沈雪为着裴眼没搭理他的是委屈，如今又被赵莲花逮着骂了一通，眼泪汪汪的，非常委屈。瞧瞧你，娘还没说你2句就哭，告诉你，收起你的小心思，别再想着裴眼了。沈雪咯噔一下，我的小心思竟然被娘看破了。不成，绝不能让娘误会，不然以她的性子，定会将我草草许了人。锅里放上2升水，再放入半斤大米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熬煮，直至水开，再加入疙瘩肉、生姜、调料，这样一碗香喷喷的疙瘩粥就做好了。正当他要把疙瘩粥端给裴眼时，村长正一脸严肃地将逃荒的事说了：如今没水源，我们总不能去跟土匪拼命，干裂的地皮啥庄稼也种不上，这样下去只有等死的份。李正那边传来消息，
说边关乱成一团，他打过来是早晚的事。王大福拍着大腿对裴远叹气：你身受重伤，又要逃荒，真怕你路上撑不住。可是附近的村子都走了，我们若跟不上大部队，就落单了。裴远没说话了，他也发愁逃荒路上怎么办，靠在床上发呆，就连村长走了都不知道。这时，沈乔端着疙瘩粥走了进来，裴远正在想事情，脚步声打破了他的思绪，目光从沈乔的脸上落到他手里端着的那碗疙瘩粥上。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？你整天都在说这句话，你是复读机吗？沈乔看也没看他一眼，将疙瘩汤放下就走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是鸡？突然，胳膊被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抓住，沈乔微微蹙眉，很无辜的耸耸肩。你要这么认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明明说的是，你不断重复一句话，谁让你断字取义？还有，我明明好心给你送饭，你总是怀疑我别有用心，这样下去我会伤心的。沈乔说完，做出可怜巴巴的委屈状。沈大妮给我送饭，他有这么好心？裴眼愕然，眯了眯眼，陷入沉思。我不信一个人会无端的变好，要么就是沈大妮居心不良，别有所图。难不成沈大妮看着我重伤，故意讨好，想放松我的警惕，趁机将2个孩子卖掉？想都不要想！裴眼一把擒住沈乔的手腕，压抑着眸底冒出的怒火。沈大妮，我警告你不要触犯我的底线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又来了，复读机又开始重复了。从见面至今，说的最多的就是这2句话，难道裴眼不会说别的词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相公。沈乔眨巴眼，做出乖巧听话状，无辜问道：你老是警告我不要触犯你的底线，那你要告诉我你的底线是什么，这样我才能注意，不然哪天碰到了你又要生气。厚颜无耻！裴眼气急，后槽牙咬得咯咯作响，无名怒火直窜胸膛。沈大妮明明知道，却还装无辜，忒不要脸了。哎，沈乔无奈地叹口气，将手搁置在他的胸膛，挑了挑眉。问你又不说，还骂我厚脸皮，这样下去，我只能一点点试探了。相公可不能怪我。说完，柔弱的小手在坚挺的胸膛上画了个圈，酥酥麻麻的感觉差点让裴眼跳起来。你给我起开！裴眼一把推开沈乔的手，以往这种力道，沈大妮肯定惨叫一声跌在地上，如今竟然纹丝不动，另一只手竟然也摸了上去，不停地画着圈圈。我还以为这就是你的底线呢，看你表情挺享受啊。走开，谁他娘的享受了？裴眼脸色铁青，挣扎着起身去拍打沈乔的手，没想到双手却被他擒住，嘴里嘟嘟囔囔道：男人，你是在玩欲擒故纵吗？谁欲擒故纵？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谁教他的？恶心，不要脸！相公不能说脏话哦，会教坏小孩子的。你！裴眼气得脸色铁青。从前的沈大妮无理取闹，他还能对付几分，如今厚颜无耻，竟让他毫无招架之力。爹，奶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突然门被打开了，裴珠走了进来，裴眼顿时收敛了怒气。裴珠看着桌上的疙瘩汤问：娘做的疙瘩粥可好吃了，爹怎么还不吃？你爹手疼，不方便吃。沈乔一把端起疙瘩粥，盛了一汤勺送到裴眼嘴边，催促着：快吃吧，不然小家伙该担心了。裴眼阴了脸，裴珠很没有眼力劲儿的加了句：爹快吃啊，娘好不容易做的呢，可香了，一滴都不许剩下哟。哼，快吃，不然我用嘴巴喂你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奶，你和爹在打什么哑谜？裴珠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疑惑问道：你爹说娘做的疙瘩粥真好吃，他会当着你的面喝完的。真的吗？裴珠上前2步，一脸期待地看向裴眼。爹，快吃吧。裴眼被沈乔的厚颜无耻震得胸口疼，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疙瘩汤，3口并2口灌到肚里。爹，好喝吧？裴眼违心的点了点头。沈乔将碗收了，端到厨房去刷。驴棚内，裴炫正拿着刷子给驴顺毛，时不时的在他耳朵上叮嘱几句。儿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娘，马上要逃荒了，爹还得指望这只驴呢，我多伺候他，省得到时候撂蹶子。裴眼指望这只驴，愣了半晌，沈乔总算明白裴炫的意思。全世间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人，唯一的劳力还要躺在驴车上，家里的锅碗瓢盆也要靠瘦驴拉着，可不得对他好点嘛。沈乔摸了摸裴炫的小脑袋，心口发酸。小家伙心思细腻，想的总比别人多。为了不让小家伙太操心，沈乔开始忙前忙后，将新买的衣裳鞋子裹在包袱里，放在唯一囫囵个的大缸里。王氏提着油茶面和锅巴出来了。你带大缸干什么？不能吃不能喝的，
除了死城还占地方。别看刚中，用处大着呢，您就别操心了。把逃荒的物资准备完以后，沈乔打算美美的睡一觉，养足精神。裴珠、王氏还有沈乔三人挤在了一屋，裴珠不停地往他怀里钻，一直嘟囔着娘身上好像。突然门被拍得啪啪作响，划破了寂静的夜，紧接着传来刘成粗声粗气的喊声：裴爷，快开门呐！刘成半夜3更找我干嘛？难不成有急事？谁啊？3更半夜还让不让人休息？这时门外却传来了沈大妮儿的声音。沈乔打着哈欠去开门，谁半夜3更扰人清梦，敲个门跟催魂似的。裴爷呢？沈乔眯着惺忪的睡眼，指了指房间，屋里呢，你自己去找，我要去睡会儿。这刘成也真是的，大半夜的来找裴眼，有啥事不能白天说？沈乔想继续回房睡觉，被刘成一嗓子炸得脑袋清醒。睡什么睡？赶快都喊起来！村里的大部队要出发了，到时候把你们一家落下。现在就出发。沈乔睡意全无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这么急吗？刘成翻了个白眼，连个多余的眼神也不想给沈乔。10里外的村子都被土匪洗劫一空，今晚不走，等着明天被屠吗？说话间，裴眼扶着墙走了出来，捂着胸膛，非常吃力，额角冒出了冷汗。看到裴眼惨兮兮的模样，刘成连忙扶住他，摆着手指挥沈乔：快将你家驴车拉过来，咱俩合力将裴眼抬上去。受那么重的伤，就不能好好躺着，非要站起来干嘛？王氏听到动静也起来了，两个小家伙揉着惺忪的睡眼问：娘，套驴车干嘛？你俩快收拾收拾，晚上要出发了。这条村子是方圆100里最大的村庄，却无一人居住，只因村长要带他们去攻打皇城。茫茫夜色，葛骂村却灯火通明。只听王大福一声令下，轮车启动，俩孩子和裴眼并排坐在驴车上，王氏坐在前排赶驴，沈乔跟在后面扶着那匹大缸。这样挺好，做的吃食全部藏在了缸底下，上面落了几层衣裳写字，吃的时候扒开拿出来就行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王大福忙得脚不沾地，额头的汗一甩一大把。在村子里，这些人还服管教，怎么出来村子乱哄哄的闹成一团了？你家的狗咬了我家的鸡了，为你的脚踩了我的鞋。一时间，哭喊声、怒骂声声声入耳，鸡飞狗跳。停下，停下！王大福拿起拐棍敲了敲铁盆，胸膛剧烈的起伏着。大家是去逃荒，不是去吵架，路上能不能消停点？万一吵吵闹闹引来土匪，看你们怎么办？眼神扫过3大毒瘤时，王大福松了口气。只要他们3位安静下来不闹事，剩下的人不足为惧。王大福跑前跑后，一双老腿差点跑断。王小福心疼的直叫唤：你们就不能消停点？我爹快累倒了！只听一道晴朗的女声在耳边传来，睁眼一看，沈大妮挺直了腰背，正在给王大福出主意。村长，我这里有一个法子，可保证蛤蟆村的众人不乱阵脚，村长也有喘气的功夫。王小福翻了个白眼：你能有什么好法子？只要你路上安安静静的，就是给我爹积德了。什么法子？王大福抬手让儿子闭嘴，转头看向沈乔：说说看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沈大妮能想出什么样的好法子。沈乔正了正脸色：我提议成立个小分队，每个小队选2名壮劳力看管盯梢，一来有人为村长分忧，二来有劳动力盯梢孩子，也可避免自家孩子被丢。真王大福和王小福两人大眼瞪小眼，这个主意不错。驴车上，裴眼黑眸微眯，眼神晦暗不明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他真没有打孩子的主意，也没有想着半路逃跑？尽管沈乔的目光坦坦荡荡，但裴眼还是不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跟着他们去逃荒。王大福的动作很快，不一会就选举了小分队队长。刘成负责的5家里面，正好包括沈乔他们一家。不得不说，这村长真会安排。刘成和裴眼的关系最好，路上不仅可以帮忙，还能光明正大的监督沈乔。沈乔撇了撇嘴，这些人真是的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。算了算了，我出主意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自家2个小宝贝，多层人看着也挺好。大部队走走停停，有些妇人开始嚷嚷着歇歇脚。王大福站在前面的牛车上，叉着腰大声训斥：歇，眼下莫吃莫喝，万一土匪打过来跑都来不及。大家不许停，赶快赶路，趁着天黑赶紧去找水，别等天亮了连树皮都没得捡。大概走了2个时辰，村长才停下牛车，让大家休息。每家各派出一劳壮力去找吃的喝的，省得天亮了抢不到。家里带的干粮和水不到，万不得已不能动，省得天亮了抢不到。家里带的干粮和水不到，万不得已不能动，人必须要多留条后路。裴家的劳壮力正躺在驴车上，还有1老2小，只有沈乔活蹦乱跳。他自告奋勇地举起手：我去。
听说沈乔要去找吃食，两个小家伙连同裴衍的神色不由紧张起来。他不会趁机跑了吧？娘会不会丢下我们跑路？不会的，娘现在变得那么好，一定不会丢下我们的。打定主意，裴炫捏了捏手指，娘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还太小了，天又那么黑，万一走丢了怎么办？可是裴衍垂下了头，王氏正愁孙女走了后怎么面对裴衍呢？见状立马发言，我跟你娘一起去，我看着他，不，我跟着他。人多力量大嘛。两人找了个麻袋，从大缸里掏出2个水瓢就离开了。裴炫松了口气，拍了拍裴衍的肩膀，爹你就放心吧，有曾祖母跟着呢，我娘就算起了想跑的心思，她也不敢。裴衍眸色一凛，将头扭向一边，他爱跑不跑，关爹何事？裴珠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问，什么娘想跑？爹和哥哥在说什么？爹是担心娘一个人找吃的不放心，什么跑不跑的，你听错了。裴大哥，这时沈雪满脸微笑走了过来，又换上一副担忧的神色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本想过来看看的，又怕姐姐生气。对了，姐姐呢？沈雪扫了一圈，没发现沈乔的影子，嘴角染上了一抹冷笑。我娘去找吃的了。裴珠回答道。这姐姐一个女人家怎么寻找吃食？万一……裴炫眸色一冷，小姨，没什么事儿的话请回吧，我爹要休息了。万一什么？裴衍拧着眉突然问。沈雪心中一喜，故作忧心，先前听姐姐说宋秀才也要跟着逃荒，就是不知在哪个队伍中。沈雪突然顿了顿，语气弱了下来，我实在担心姐姐，虽说这段时间她改变很大，但到底是孩子的亲娘，一定不会抛下孩子去找别人的。他跑不跑与我何干？见裴衍满不在乎，沈雪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看来裴衍果真不在乎沈大妮，哈哈，我就说嘛，这种恶毒自私的女人，裴大哥怎么会喜欢？沈雪咬了咬嘴唇，满脸笑意。裴大哥别那么说，姐姐是孩子的亲娘，是我杞人忧天了。裴炫的小拳头握得咯吱作响，咬牙切齿地睨了沈雪一眼。将曾祖母接来后，我娘就没搭理过你。什么时候讲过宋秀才逃荒的事？说完，一脸担忧地看向裴衍，爹爹可不要被小姨三言两语给糊弄了。裴珠也跟着点头。怎么现在的小姨老是说谎话，还是贬低娘的坏话？被裴炫揭了面皮，沈雪灰了脸，却不好发作，装作伤心的模样。如今姐姐对你们好一些，就忘了她曾经打骂你们的事了。小姨没有别的心思，就是让你们凡事谨慎些。裴炫呆了呆，似乎在回忆某些事情。沈雪擦了擦眼角，从衣袖处掏出2个窝窝头放在驴车上。我只有这2个窝窝头了，你们快点吃吧，千万别被姐姐看到抢了去。3人齐刷刷地看向窝窝头，没有一人伸手去拿。沈雪有些尴尬。裴大哥，姐姐去了多长时间了？1个时辰。提起沈大妮，裴衍满脸阴翳。都1个时辰了，她不会甩掉王氏跑了吧？这么久了，天快亮了，姐姐再不回来，只怕……裴大哥，你也别担心，姐姐不回来也好，省得再虐待俩孩子。沈雪叹道，自顾自地说着。另一边，寻找吃食的大部队左拐右拐，翻了几座山丘，眼前依旧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。沈乔有些发愁，空间里的大米又不能明晃晃地拿出来。村里的劳壮力们和沈乔一样焦急，找不到吃的，只能啃老本。2个时辰后，寻找吃食的大部队回来了，个个愁眉苦脸，无精打采。王大福拄着拐杖，腰背弯驼，哀叹声一阵高过一阵。附近都找不到吃的，这可咋办啊？家里5口人，他却只做了4碗饭，只因他在厕所里藏有更好吃的食物。每当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，他就会以去如厕为借口，将藏好的食物拿出来自己吃。这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冲了4碗面，2个小家伙一人1碗，王氏1碗，剩下的1碗给裴衍。沈乔想躲到空间里吃肉，便没有冲自己的那份。裴炫端着碗来到沈乔跟前，抿了抿唇：“娘，你怎么不吃？娘不饿，娘是想省下来给我们吃吧？”裴炫撇了撇嘴，感动的想哭：“娘，你吃我这碗吧。”娘真不饿，你吃吧，我去如厕了。说完，一溜烟跑开了。裴衍望着沈乔远去的背影发呆。这个女人这么好心，竟然将东西省给我们吃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这时，刘成凑了过来，指着裴衍跟前的面糊糊，吸了吸鼻子。这是啥啊？闻着怎么那么香？裴衍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焦黄色，闻着特别香。刘成咽了咽口水，一脸八卦地问道：“这东西谁给你的？不会是沈大妮的妹妹吧？”裴衍皱了皱眉：“怎么说？嘿嘿，谁不知道沈大高先前是米铺的伙计，他家里肯定不缺米粮，肯定是沈雪用大米做好送给你的。能吃上这么好米面的，整个蛤蟆村也就沈大高家了。”裴衍手中的动作一顿，回答道：“不是。”
不是他，难不成是沈大妮？他不是跟他爹断亲了吗？刘成挠了挠头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沈大妮在哪弄的这东西？裴炎也觉得不可思议。这沈大妮在哪弄的面？沈乔找了个隐秘的地方，躲到空间里，吃饱喝足后才出来，还顺便带出来4个熟鸡蛋。俩孩子正在长身体，王氏的身体刚恢复，而裴衍还有伤在身，不吃点有营养的东西，恐怕半路上身体就会垮掉。来到大缸前，沈乔假装在掏东西，掏了半天，摸出4个鸡蛋，一人1个，快吃吧。奶奶不吃，你吃吧。奶奶，我没胃口，吃不下。沈乔没忍住，打了个饱嗝，立马改口道：我刚才吃过了，鸡蛋你们1人1个，真的，我刚才都打嗝了，真吃饱了。将鸡蛋递给裴炫、裴珠，沈乔肃声道：不许问东问西，快点吃。2个小家伙只好点了点头，将鸡蛋塞进嘴里。裴衍眯了眯眼，在哪弄的鸡蛋？都说了不要问。沈乔无端的发火，令裴衍一愣，不是偷来抢来的，你们吃就是了，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沈乔先前还在欣喜，有空间在手，万事不愁，现在是愁的一个头2个大。这家人能不能不要再问了？眼见大家吃的差不多了，王大福一声令下，出发。大部队缓缓前行，王大福拿出一张发了黄的舆图，看了半天，顺着这条路走半个时辰就能上官道，继续向北走4天半个月，咱就有水喝了。众人一听，七嘴八舌的开始嚷嚷，尤其是张寡妇嚷嚷的更大声。村长，这要走半个多月，那这半个多月岂不是要渴死在路上？是啊，村长，带的水本就不多，撑不了半个月的。再说了，过了南平县就一定有水吗？万一他打过来怎么办？别吵吵，别吵吵！王大福拿起拐棍，狠狠敲了敲铁盆。这是最短的路线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路上肯定能找到水喝，大家有信心一点。他的话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，人群中更是炸开了。我们不要肯定，要必须找到水喝。村长，你组织我们大家去逃荒，却给我们一个不确定的答案，还不如留在蛤蟆村自生自灭呢。你的意思是本村长害了你们？王大福气得4仰8叉，一屁股倒在牛车上。太心酸了，实在是太心酸了，我一把年纪操心劳累，结果村子里人还不领情。王氏抬头望去，只见以张寡妇为首，领着一群妇人在讨伐王大福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拿起手中的木质拐杖，走向人群，扒开嗓音开骂：不想跟着逃难，可以滚回蛤蟆村，别在这里唧唧歪歪影响旁人。爹，王老婆子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有这个空隙还不赶紧将你那孙女看好，省得她跟人跑了当小妾，哈哈哈！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张寡妇阴阳怪气的开口，叉着腰直对王氏。王大福抬眸，擤了把鼻涕：王老婆子，你咋过来了？王氏白了他一眼：瞧你那窝囊样，被一群妇人气得哭哭啼啼，哪有一村之长的气度？说他没有一村之长的气度，王大福心头一凛，立马站起身来，指着张寡妇：你若是不想跟着我们逃难，现在带你家2狗回去还来得及，不然你就自行离队，别一颗老鼠死坏了一锅汤。张寡妇撇了撇嘴，有些委屈：村长，王婆子骂你没有村长气度，你不去指责他，反而指责我，你是不是怕他？胡说！王大福强忍住心虚，手指发颤的指责张寡妇：是你绝乱人心，休要挑拨离间。行了行了。王氏抬手朝王大福面前一挡，举起手中的木棍，直指张寡妇：你要么给我滚到队伍中好好待着，要么就回到蛤蟆村自生自灭。看着眼前的棍子，张寡妇想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2个时辰，顿时有些怂了。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啊，好好看着你孙女是要紧事。张寡妇生怕那一棍子戳下来，再笑上几个时辰，后退几步拨开人群离去。张寡妇走了，好事的妇人们也不敢再说什么，毕竟谁也不想再回到格玛村，无人再闹事。王氏拄着木棍回去了。王大福一声令下，格玛村的队伍继续前行。上了官道后，零星可见拖家带口的逃难人家。沈乔并没有坐在驴车上，而是随着大部队徒步而行。那只瘦了吧唧的驴，也不知能不能撑到地方。你上来赶驴吧，我下去走走。奶奶，您的腿脚还没恢复利索，还是在车上赶驴吧，我坚持得住。还是奶奶心疼我，但我怎可让一个老人下车走着？突然一阵阵马蹄声打破了他的思绪。沈乔回头一看，一支6匹马的队伍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。沈乔只看了一眼，便收回了视线，却无意间对上裴衍的眼神。这支马队绝不是闪雷，你们做好准备。裴衍眯了眯眼，浮现出一丝戒备。
沈乔来不及多想，刚才他也觉得这对人马不是善类。裴衍又冲刘成勾了勾手，你跟村长说，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休息下吧。刘成点了点头。正好大家走累了，前面有片荒的，咱们去那里歇着，省得挡人家的路。说完，噔噔噔地跑到队伍前面，跟王大福说了此事。王大福一声令下，葛妈村一队人下了官道，拐进了前面的荒草地。锅里放50毫升水，再把新鲜的桂鱼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熬煮。水开以后放点油，再放上盐、姜和葱，这样一碗臭气冲天的臭鳜鱼汤就做好了。这时，王大福杵着拐棍给个队小队长开会，大家做点热汤热水，妇人孩子吃了进去休息，老少爷们留在庙外看守咱们的牲口和粮食。沈乔将大锅卸下来，准备烧点热汤暖和暖和。王氏立马搬起小板凳，让孙女婿坐下。裴衍摆了摆手，奶奶坐吧。王氏的手僵住，随后一喜，趴在沈乔耳朵上激动道：“你孙女婿喊我奶奶了。”王氏激动地围着沈乔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孙女婿是不是接受我住他家了？是不是不怨我了？嘿嘿，你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要好好的跟着阿衍过日子，以后不许再想着哪个弱鸡崽子一样的宋秀才，听到没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沈乔有些敷衍，奶奶，你帮我看着点火，今天我烧点鱼汤。鱼汤？王氏四处瞅了瞅，你没发烧吧？这时节哪来的鱼？哎呀，奶奶，是我先前买的鱼干了，用来烧鱼汤好喝的不得了。实际上，他是将空间里的臭鳜鱼拿了出来，他打算烧个臭鳜鱼汤。没办法，逃荒在外，这样吃算不可多得的美味了。可是，当臭鳜鱼汤出锅时，村民们纷纷捂着鼻子逃窜，甚至有人同情起沈乔来。可怜哟，鱼都臭成这样了，还不舍得扔。哎，这和喝大便有什么区别？也不知裴家老小吃不吃得下去。反正我闻着就想吐。哦，王氏捏着鼻子深痛恶绝。那鱼臭了，咱就不吃了，扔了吧。奶奶，相信我没错的，这鱼不仅不会吃坏身子，还相当美味呢。裴衍携着两小一瘸一拐的挪来了，当闻到那股臭味时，一脸的嫌弃。裴朱雀也起了嘴巴，一脸的不情愿。奶，我不想吃大便。沈乔一阵恶寒，皱着眉问：谁跟你说这是大便？女孩子家家的不可以说话那么粗俗。裴炫捏着鼻子朝锅里探了探，娘，这鱼汤怎么那么臭？是不是鱼坏掉了？没有，这是臭鳜鱼。别看它闻着臭，吃起来特别香。这可是娘特意从县城买来的，美味又营养。沈乔盛了一碗递给裴炫，尝尝看，香得很。裴炫捂着鼻子摆手后退，我不吃。沈乔知道他们一时间难以接受如此美味，只好吃给他们看了。沈乔享受的眯着眼秀秀，狠狠咽了咽口水，不管3七21，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见沈乔吃得津津有味，裴珠咽了咽口水，奶，我想尝尝。好。裴珠起先屏住呼吸，将鱼和汤吃进嘴里，像老牛嚼嫩草般轻轻咀嚼了2下，悠然双眸发亮，瞪大双眼，口齿不清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哥哥，娘没骗我们，真的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裴衍拉着裴炫后退，王氏则用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母女俩，纷纷摇头。想不到你俩有这癖好。那3人到底接受不了臭鳜鱼的臭味，去冲了油茶面吃。吃饱喝足后，裴衍让沈乔带着老人和孩子进庙休息，他守在驴车上。那怎么行？你一个病患在外面冻一夜，万一发烧了，岂不是拖累我们？去，赶紧带着孩子进庙，我在外面守着。沈乔指了指破庙的大门，嘴里不停地催促裴衍。我不碍事。裴衍跟倔驴似的，死活不愿意进去。好。沈乔没再坚持，卷着铺盖进去的时候，破庙里已经有20多口人躺下了，全是妇人跟孩子。大妮，来我这里。王翠花拍了拍旁边的位置，不停地朝沈乔挥手。沈乔冲他微笑点头，拉着裴炫、裴珠过去。爷，王翠花跟他走那么近，也不怕沾了一身臊。难不成你也想找汉子当小妾？我呵。张寡妇冷嘲热讽后，捂着嘴笑了起来。张寡妇，你再满嘴喷粪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王翠花冷眼扫去，眸中全是怒火。沈乔扯了扯王翠花的衣袖，翠花姐，有些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天天想男人想疯了，不然怎么老是把汉子挂在嘴边呢？王翠花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。我说呢，怪不得，他嫉妒咱有男人，所以呀。说着说着，王翠花故意靠近沈乔耳边，压低了声音嘀咕，仿佛悄悄说张寡妇的坏话。张寡妇气得脸色铁青，胸膛的怒火直窜脑门。沈大妮，你个遭天杀的老登敢说老娘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
沈乔看也没看张寡妇一眼，冲王翠红挤眉弄眼道：“我又没指名道姓。常言道，石头丢进了猪圈里，哪只猪被砸中了，叫的声音就最大。果然啊，哈哈哈哈！”王翠花非常配合的拍手大笑，她的笑声莫名带着渲染力，引得周围人跟着哄堂大笑。张寡妇气得脸色铁青，张牙舞爪的冲他扑了过去。我挠死你！不料沈乔突然飞起一脚，在他腰上直接给他踢飞出去，一头扎在王赖子的裤裆底下。好姐姐，不带这么热情的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去你娘的不好意思！张寡妇猛地起身，一头顶了上去，王赖子捂着下身，疼得满地打滚。张寡妇顾不得身上的泥土，叫嚣着再次冲向沈乔。破庙内惨叫连连，只见张寡妇躺在地上，不停地哼哼唧唧，哆哆嗦嗦。再让我听到你在孩子面前讲些不着调的污言秽语，老娘将你的舌头打个结，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这时，王氏提着裤腰带从暗影处回来，眼前这一幕让他呆了呆。发生了啥？我就蹲个坑的功夫，怎么我孙女将张寡妇打趴下了吗？莫非孙女得到了我的真传？王氏气势汹汹地来到张寡妇跟前，趁我不再想欺负我孙女儿。没有。张寡妇怕了，缩了缩脖子。这祖孙俩是诚心跟我过不去，一个个的看我好欺负，等逮到机会，我一定让这祖孙俩好看。张寡妇的小眼睛折射出恶毒的光，犹如吐着信子的毒蛇直恶人的咽喉。暗处驴车上，裴衍目光炯炯，远远探索着沈乔。从前跟张寡妇对上，沈乔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怎么能一脚将张寡妇踹飞呢？裴衍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是王氏传授了他几招？这时，王大福过来打圆场。由于张寡妇先前带着一众妇人讨伐他，导致他现在看到张寡妇就来气。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？整天吵吵嚷嚷，比老鼠死还恶心。村长，你偏心。行了，快睡觉去吧，天亮还要赶路呢。众人散去，沈乔也累极了，领着裴玄、裴珠钻进铺好的被褥里，倒头就睡。裴衍是第一次在驴车上睡觉，先前有多次进山的经验，他倒没什么不习惯，裹了裹身上的被子，很快便睡着了。只是他睡得不安稳，噩梦连连。不要！裴衍一个机灵醒了过来，在黑暗中不停地喘息着。外面传来窸窸窣窣的，平时水火不容的两人，居然拿起了锄头，成为了队友。只因沈乔在厕所偷吃美味时，竟被张寡妇无意撞到，而沈乔为了不让秘密泄露，只能与张寡妇共享美食，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这天夜里，一阵惨叫声惊醒了庙内的妇人。沈乔竖起耳朵听了听，发现有打斗声，但不激烈。他突然想到半路上遇到的那队人马，沈乔一把捞起地上的张寡妇，捂住她的嘴，不许乱叫，别让歹人知道庙内有妇人孩子。破天荒的，张寡妇竟然听话的点了点头。沈乔拍了拍王氏的肩膀，靠近他耳边：“奶奶，帮我看好俩孩子，裴衍还在外面，我去看看。”刚踏出一步，便被两个小家伙扯住了衣角。好好跟着曾祖母娘去看看爹。他快速打开破庙的木门，从门缝里钻了出去，以为车上的行李安然无恙，包括他们家的驴车。裴衍静静地躺在上面，而村长家的牛已经被拉了老远了。王大福气得哭天抢地：“天杀的，竟然抢我家的牛，丧尽天良啊！”王大福抹了把眼泪，指挥小分队成员上去对抗。遭天问的玩意，我们蛤蟆村的爷们也不是吃素的，给我打死他们！突然一声惨叫传来，王大福举着拐杖飞了2米远。该死的歹人，竟然趁我不备偷袭我！王大福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爹！王小福放下手中的锄头，跑到王大福跟前去掐他的人中。沈乔看得火大，走到偷偷躲藏的沈小高和沈大高面前，对着车轱辘狠狠踢了一脚。两个大老爷们跟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这里，还不抄家伙去帮忙。沈大高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捂着耳朵蹲了下来。我可不要去帮忙，还有你个沈大妮，有这么对长辈说话的吗？算了，为了不引起歹人的注意，还是暂时忍了这个逆女吧。而一旁的沈小高却很反感，嘲讽的眼神瞄了瞄驴车上的裴衍。你家不也是如此吗？让我们拼死拼活的上阵，他躺在驴身上看热闹，咋有脸说别人呢？真是两坨翔！沈乔懒得跟他废话，站起身来活动了下筋骨，刚要冲进打架的队伍，突然一片哀忧声响起，几个歹人扑通倒在地上，捂着腿痛苦哀嚎。沈乔皱了皱眉，刘成几人明明处于下风，怎么可能一下制服歹徒？仔细一瞧，地上零落散着几颗石子，顺着石子飞出的方向，沈乔看到躺在驴车上的裴衍坐直了身子。裴衍不是普通的猎户吗？难道古代的猎户这么厉害吗？很快，刘成等人拿着铁锹将歹人按在地上。刘大哥好身手！裴衍突然出声夸赞，刘成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哪里？裴衍发现背后有道灼灼的目光，转身时与沈乔对视上，眸色一凛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还不进去？
沈乔收回视线，似笑非笑的瞥了眼男人的左手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少自作多情。沈乔微微一怔，眼唇假笑。哎呀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还以为你是真的担心我呢。裴炎懒得多跟他废话，皱着眉问：孩子呢？那里呢？突然，破庙中传出阵阵哭喊声，裴炎脸色一寒，还有一波歹人。小炫、小猪，奶奶！沈乔一个箭步冲到了最前面。刘成扬起锄头，将蹲在地上的歹人打晕后，带领着格玛村的爷们冲进破庙。只见歹人他们手持棍棒，在和王氏打得难解难分。沈乔来不及震惊，捞起2根锄头，只给张寡妇1根。放下从前的恩怨，现在我们合力将歹人制服。张寡妇踌躇片刻，咬咬牙，扛着锄头和沈乔加入了混战。3个歹人瞬间不动，纷纷被打趴在地上。刘成带领人冲了进来，顿时愣住。蛤蟆村3大毒瘤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见躺在地上的3位歹人相互使了个眼色，突然跃起，冲开破庙的窗户逃了。快追！刘成一扬手，冲到了破庙外，一阵马嘶鸣响起，那3位歹人驾着马逃走了。逃了3个，还有3个呢。破庙内，王氏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捂着胸膛，大口的喘着粗气。到底是老了不中用了，就连3个贼人都对付不了。沈乔这才想起王氏利索的身手，在原生的记忆中，他好像确实挺能打。奶奶，你已经挺厉害了，3个彪形大汉都被你打趴下，奶奶风采不减当年呀。王氏怔了怔，很快回答：奶奶年轻时打架打多了，这是练出来的。不过你的身手也不错，跟奶奶比过之不及，可我记得并没有教过你呀，你也很少跟人打架。自家孙女几斤几两，他还是清楚的。若说继承了他的彪悍，倒还说得过去。奶奶，我或许天赋异禀，你以前跟人打架时，我总偷偷观摩，慢慢的，我便偷偷练习，自创了属于自己的招式，哈哈。王氏不疑有他，点了点头。也对，还好自家孙女像我多一些，不像我那个懦弱没用又自私的儿子，竟为一个小娘皮舍弃自家老娘和大女儿。尤其是今晚歹人冲进来时，赵莲花和沈雪躲藏的比谁都快，还不如张寡妇呢。庙外，在众人的帮助下，王大福深吸一口气，醒了过来，吭吭2声，众人齐刷刷转头。村长醒了。王大福来不及多喘2口气，便来回检查牲口物品是否被抢去。当听说歹人有3个被打晕制服了，另外3个逃跑掉了时，王大福开心的拍手叫好：万恶的歹人，色不足惜！好在咱们蛤蟆村人多力量大，若是单独行走，怕是已经遭歹人毒手。刘成踢了踢地上的歹人：村长，这3个怎么处置？杀了他们！不知谁喊了一句，众人开始附和：对，杀了他们！若不是3大毒瘤能打，恐怕死的就是我们了。停！王大福抬手禁止他们议论，思索片刻：杀人犯法，虽然这是捣乱，但咱们也不能知法犯法。再说了，若杀了他们，那3人回来寻仇怎么办？本村长建议留他们一命，将他们的腿打断绑起来。周围鸦雀无声，刘成大手一挥，率先打破寂静。村长说的有理，咱们各家还有孩子呢，咱不能教孩子杀人，就按村长说的办吧。众人合力扛起锄头，狠狠朝着3人的腿上砸去，顿时惨叫连连。庙内，沈乔捧着罐子递给王氏：奶奶喝点水吧。好。王氏又累又渴，抱起罐子牛饮。沈乔将裴炫、裴珠揽在怀里，柔声关心道：吓坏了吧？2人同时摇了摇头，异口同声道：不怕，娘和曾祖母好威武，小猪以后也要做像娘和曾祖母一样厉害的人。小猪以后说不定更厉害，娘看好你。沈乔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突然想到裴珠手持木棍打陈二狗的那一幕，说不定王氏的基因隔代遗传呢。裴炫抿了抿唇，看了沈乔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他也想说，以后他会变得更厉害，会保护娘亲。可是他有些不好意思。沈乔觉察到他想说什么，却又不敢说的样子。小炫，你是不是担心你爹？裴炫一愣，点了点头。沈乔温和笑了笑：你爹好着呢，放心吧。对了，你俩渴不渴？2个小家伙同时摇了摇头，愣了愣，又点了点头。走，带你们找点喝的。沈乔起身，领着2个小家伙往外走。来到破庙外的墙角下，沈乔在衣袖里掏啊掏，掏出2盒奇形怪状的东西。这是牛奶，你们俩快点喝。哪来的牛奶？不许多问，反正来的光明正大。这是咱们3人的小秘密，你们谁也不能告诉，知不知道？2个小家伙愣了愣，乖巧的点了点头。我们会守护好秘密的，绝不会告诉别人。沈乔这才放下心来。一路上2个小家伙吃不好睡不好，若不补充点蛋白质，一定会影响生长发育。
锅里放入少量的大米，再加入适量的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之，直到附着于锅底的饭变焦。刷点油，再放上几颗大蒜，最后再刷上一层酱油。这样，一锅香喷喷的锅巴就做好了。这天，村民们收拾好行李后，队伍排列整齐，只要村长一声令下，逃荒队伍随时启动。突然，张寡妇嗷一嗓子从破庙冲出来：“村长，我家二狗不见了！”张寡妇见此情形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家二狗啊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没了丈夫又没了儿子，天杀的大人，定是他们掳走了我的儿子，都怪你！张寡妇突然双目猩红，恶狠狠地指着沈乔：“要不是你扔锄头让我打歹人，我怎会看不住我家二狗？你个害人精，心思歹毒，故意分散老娘的注意力！”好端端的一口大黑锅朝着沈乔砸来，气得他胸口疼。你家二狗10几岁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被人掳走他不会叫呀。刘成追过去时，3个人骑马逃走，根本没有掳走孩子。轻吐几口闷气，沈乔对王大福道：“村长，咱先停一停，让妇女和孩子们老是待在破庙里，男人们在附近找找。我觉得陈二狗应该没跑远。”众人合力寻找，庙外瞬间安静下来。裴炎躺下，突然听到驴车下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，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正低头偷吃他家的锅巴。裴炎侧身拎住他的脖颈，将其薅了出来，毛孔一缩。陈二狗，刘成和几个小队长留下来看守牲口物品，听到裴炎的惊呼，急忙赶过来。陈二狗，你躲驴车底下干嘛呢？刘成踢了踢蹲在地上像鹌鹑一样的陈二狗，借着月光看清了地上的锅巴碎屑，不由得怒斥：“好你个二狗子，全村人找你都找疯了，你倒好躲起来偷人家东西吃。”陈二狗不怕刘成，起身与他对视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关你屁事！我想吃就吃，让开，别挡我路！说着便去推刘成。裴炎轻掀嘴皮，目光微冷。蹲下去！陈二狗很不服气，奈何裴炎的目光太过渗人，仅仅一瞬便乖乖地蹲下身子，做出鹌鹑状。陈二狗找到了！陈二狗找到了！刘成带领其余人扯开嗓门大喊，听到声音的村民急忙赶来。我的儿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娘找你找的好苦啊！裴炎将陈二狗偷东西的事说了，众人听了唏嘘不已。在蛤蟆村时，陈二狗惯会偷鸡摸狗，偷人东西这种事没少干。张寡妇脖子一梗，指着裴炎破口大骂：“少他娘的满嘴喷粪！你和沈大妮那个贱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定是你偷偷将我家二狗藏起来，想趁老娘不备伤害我儿子。”就是，见自家老娘来了，陈二狗顿时有了底气，双手叉腰，跟张寡妇一模一样。裴炎翻身下车，来到张寡妇母子跟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陈二狗，语气寒凉：“如实招来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”张寡妇深吸一口气，梗着脖子：“你少吓唬我儿子！你还不说吗？”裴炎无视张寡妇，再次问陈二狗。陈二狗打了个机灵，偷偷躲在张寡妇身后，小心翼翼地瞄了瞄裴炎，嘴里咕哝道：“不就是吃你家东西吗？谁让你家锅巴做的那么香？”众人哗然，偷了东西还那么理直气壮，除了张寡妇母子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他们无赖的了。沈乔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，拨开人群扫视一圈，才明白陈二狗干了什么事。裴炎见他来了，索性闭了嘴，直接回驴车上躺着。这种场子交给沈大妮发挥正好。沈乔直接对王大福说道：“村长，咱们蛤蟆村的队伍一向纪律严明，最忌讳偷鸡摸狗的事。他们母子贼喊捉贼，分散咱们的注意力，趁咱们寻人之际，让他儿子偷东西。”众人齐刷刷回头，尤其是少了吃食的村民们，看向张寡妇的眼神恨不得刀子戳人。张寡妇平易在村里嚣张跋扈也就罢了，你儿子偷鸡摸狗，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是啥境地？刚打跑坏人就指使你儿子偷东西。王大福气得跺了跺脚，戳了戳拐杖，盯向张寡妇：“你说你就不能消停一点？平日里觉得蛤蟆村鸡犬不宁也就算了，如今大家逃荒在外，食不果腹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倒好，把大家当猴耍呀！”村长啊，你别听沈大妮胡言乱语。张寡妇哭声嘹亮：“平日里我虽爱跟人拌嘴，但绝不会戏耍大家，并指使儿子偷东西，借我100个胆子也不敢呀！”谁信啊？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。陈二狗平时没少干这事，都是张寡妇护着，这次也一样。算了，以后离张寡妇母子远一点，省得被他家偷的连裤衩子都不剩。以后别管他们了，让他们母子自行离队吧，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。见众人摇头离开，张寡妇一巴掌打在陈二狗的头上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嘴馋不知道给娘说一声，下次再不声不响的去拿人家东西吃，老娘打断你的腿！”村长啊，二狗他还小不懂事，一时嘴馋失了分寸，
我以后一定勤加管教。张寡妇拉着陈二狗扑通跪在地上，扯着王大福的裤脚，哭诉哀求。躲在人群中的沈雪眸光闪了闪，拨开人群，来到王大福跟前。村长伯伯，俗话说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张寡妇已经带着儿子认错，不如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继续留在蛤蟆村的队伍中。顿了顿，又道：再说了，歹人来袭时，张寡妇也扛着锄头上阵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张寡妇满脸感激地看向沈雪，随后扯了扯村长的衣袖。对，村长给我个机会吧，我一定会严厉管教二狗。王大福面色松了松，沈乔见状，立马开口：如今逃荒在外，大家囤点吃食不容易，若轻飘飘的接过，恐怕不会长记性。不如这样，拿他的食物赔偿给大家。沈雪咬了咬唇，看向沈乔的眼神带着指责：姐姐，张寡妇孤身带着儿子已经怪可怜了，二狗吃不上喝不上，才起了偷吃的心思。现在让张寡妇赔偿，岂不是在吸他们的血？张寡妇一听，眼珠子咕噜噜转了2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，嚎啕大哭。村长啊，我家没个男人干活，吃不上也喝不上，我家二狗饿急了才干出这事啊！若是将仅剩的银两和吃食赔偿了，我们母子俩会被饿死的呀！沈雪上前拉了张寡妇一把，悠悠叹气：是啊，姐姐，这不是生生断了张寡妇母子的活路吗？相信村民们都会给张寡妇一个机会，姐姐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沈乔低声笑了，眼里的嘲讽怎么也掩盖不住。既然你那么心善，不如你替张寡妇赔偿吧。众所周知，全村里粮食最多的当属沈雪家了，且都是好米好面。沈雪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声音有些发颤：姐姐，你为何要针对我？明明是你要张寡妇赔偿，怎么非要拉着妹妹替她？沈乔冷笑：你说张寡妇可怜，既然觉得她可怜，替她赔偿点又何妨？姐姐得。沈雪话音未落，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。沈乔才不理会绿茶妹妹的装模作样，他上去拍了拍张寡妇的肩膀：沈雪替你求情，就一定会替你赔偿。他家好米好面很多，替你赔偿了，也不过跟指甲缝里露出来差不多，机不可失啊。张寡妇眼珠子转了转，殷勤地跨上沈雪的胳膊：沈雪妹妹，你就好人做到底，借我家点米面赔偿，等有了我再还给你。这个张寡妇倒会顺杆子往上爬，早知道不给她求情了。沈雪的嘴气得歪了歪，被张寡妇缠得不行，只好拿自家做的干粮替张寡妇赔偿给大家。赵莲花知道后，戳着沈雪的脑门子一阵怒骂：你个死丫头，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去管他的破事，咱家有多少好米好面够你赔的？本就一肚子火气的沈雪直接冲赵莲花嚷嚷起来：你就知道说我，还不是沈大妮眼红爹爹和哥哥弄来了好米好面，逮着机会算计我。赵莲花一听急眼了，还有这事？都断亲了还想着打秋风？赵莲花气不顺，但她不敢去找沈乔，她怕王氏的棍子。气愤之余，逮着沈大高一顿臭骂：瞧你大女儿干的好事，咱家就这么一点好米好面，她打不到秋风，便算计着小雪赔偿村民。沈大高被骂的一股怒气直憋在胸膛，但他也不敢去找沈乔，因为他的老母亲还在那边。天渐渐亮起，事情告一段落，王大福一声令下，大家继续前行。